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透过 Hub Sports 以及智林体育台，还有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官方频道，共同来锁定113年全障运的现场转播。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我们来到埔里国小，将为您带来听障篮球的赛程。那在稍后的9点钟，将为您带来的是女子组，由卫冕军台北市碰上的是台中市的赛程。我是主播林浩伟，本场比赛为您邀请到轮篮的国际裁判谢淑菲来担任讲评的工作。老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淑菲。那篮球是一个非常讲究团队合作的一个运动啊。那当然在这项运动当中呢，沟通也是显得格外的重要。但是在听障篮球的这项比赛当中呢，选手其实是没有办法听到彼此沟通的声音了。那我想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对于选手们来说，他们要如何去沟通呢？如果在场上的话，选手基本上都是用手语来做沟通。那我们的教练其实有一部分的教练是听障的朋友，但是有一些教练他们是像我们一般人这样是不会手语的，所以有的教练他们就会去设定一些特别的战术或手势，啊，让球员可以直接了解说现在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然后甚至待会可以在场边可以看到转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的队伍他们甚至会做一些手拿牌，然后就可以告诉球员说，我们现在要进攻方向是哪里，这样的方式去跟球员沟通。当然不只是场上的球员跟球员之间的沟通很重要，场边的教练如何传达讯息给场上的选手，这其实也非常重要。因为教练的临场调度其实往往也都会决定一场比赛的胜负。当然，那包括说教练他们的在场边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们很难直接把他们要的东西去传达给选手，尤其是有的时候进攻是背对教练、背对球员席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在执法的经验就是在背面的时候，球员根本没有办法接收到你的任何讯息。所以在这边也是要跟各位教练们说声辛苦了。对，真的不容易。对啊，像这几天刚好有机会跟这些参与听障的教练们聊。那像桃园队的陈怡峰教练啊，然后台北市队的蒋一德教练都是我们国家队的教练。那他们也都说，其实在带听障的时候是比带那个国家队的正式选手都还要辛苦更多这样子。讲到国家队，其实像是听障或者是其他这种特殊的篮球赛，其实在国际赛的部分现在还蛮盛行的。是，那其实我们的女篮是在2001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成立，由我们就是过去已故的李欣达裁判，他是我们第一个听障的国际裁判。那前2年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有第一支女篮，然后接下来就是2009年，大家都知道台北听障奥运，那一次我们女篮是第9名。那接下来还有参加各式各样的听障的比赛。那我们蛮厉害的是在亚太地区，我们在2014年以及2016年都是拿到冠军。那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听障女篮的选手人数比较少，所以他们2016年就暂时暂停这样。那接下来就有就是我们最近新闻有看到，他们去以色列参加3对3的比赛，也得到第6名的成绩。讲到这个男女代表队，其实真的在听障这一块也是男生的队伍数比较多一些。对，相对的，其实台湾篮球的发展本来就是男篮比女篮多一些，那女篮其实更为困难在发展上。那教练也在说，就是有时候选上国家队，可能因为他们还要工作，然后或者是有家庭，他们很难去参加集训，所以有一些选手参加了之后，可是没有办法配合训练，最后也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上一届的全障运在听障篮球女篮的部分，仅仅只有2个代表队，是，分别是台北跟高雄。是。哦，那这届的队伍变成了5队，真的相当值得鼓励。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听障协会也蛮认真的去发展这一部分。他们其实每年都会办训练营，那办这个训练营主要是让一些不知道有原来可以正式打篮球这样的管道，那让他们可以参与，让他们知道说自己可以怎么样可以加入国家队，然后加入训练这样。跳球拨打下来，球权在台北市的手上。那战绩的部分，其实我们台北市去年上一届的圣章运就拿到冠军。那大家可以看到，就只要一位裁判鸣笛，另外2位裁判需要挥手，让球员们知道说，现在比赛已经停止。那除了这个之外，也会在篮板的灯带上做显示。好，现在球权要转换到台中市。台中市是本届的可以说是大黑马了，毕竟他的球衣是黑色，而且也是新参赛的球队。上一届身为地主没有办法参赛，真的是比较可惜。不过这一届及时的跟上，进攻篮板换到了分数。这场比赛是由台中市先持得点，标13号的郭玉洁。对，那其实郭玉洁选手他在我们之前其实有进入有被选拔到我们的女子国家篮球队，然后但是也因为训练没有办法继续跟上，所以比较可惜。但是他的球技的确是在那边，那也希望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为我们国家队尽一份心力。讲到这个听障篮球的训练，其实可能要花的时间都比一般篮球还要更久一点。对，尤其是教练要怎么去设计战术。那尤其是你看像在听障的选手，有时候他们主要是因为听力受损，那听力受损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的平衡，那就会造成说，有一些在动作在执行上就会比较困难。台中市这一波先把球给郭半场，篮底下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机会，稳稳的放进。谢依文，那郭玉洁也传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妙传。本届加入到参赛行列的台中市，面对卫冕军台北市，现在开赛打了一波4-0。这就是老师刚才所提到的，裁判在响哨完之后，其他2名的裁判也都会有手势。对，就要尽量让比赛在第一时间停止，因为有的时候在争抢球的时候，很容易有后续的动作，所以在他们听不到的状况下，我们就要尽可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通知他们。那过去的篮球篮板的灯带上篮板上不一定有灯带，所以我们也曾经用过像那种在路边修路那种警示灯，对，就是用各种方式想要通知他们这样。底线球开出来之后，有找到投射的机会，但是没能投进，所以卫冕军台北市在这场比赛还没能够开张。那台北市除了是上一届的卫冕军之外，他目前的战绩还是3胜0负，是领先所有其他县市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台北市这一场比赛再拿下胜利的话，他们就稳居冠军。底线球的配合开出来之后，又被拨打出了界外。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台中市从一开始就展现出非常非常高的侵略性，让台北市没有这么容易拿球，没有这么容易得分。终于把这个底线球开出来了，但重点是如何找到得分的机会。要先能够出手，来不及了。这一波的防守，台中市守得相当成功。对，非常好的防守。那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隐忧啦，因为像昨天前2天的比赛都可以看到，因为这些选手他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参加高强度的训练，所以就是从第1天开始就已经有选手就是第1场比赛就抽筋。那如果说台中市持续这样高强度的防守的话，能不能持续到下半场，然后或者甚至到决胜第4节，也是一个观赛的重点。在刚才这几波的攻防当中，其实可以发现，听障的篮球员们其实对于这个时间的掌握上是很不容易的。
对，比较难，因为我在场上我要做好多事情，就没有办法。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透过听可以获得一些资讯，可是他们获得资讯只能靠眼睛。但是我现在又要运球，又要找我的队友，然后又要去看时间，其实是比较困难。那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还有旁边听到人家提醒倒数，可是我们倒数提醒是没有用的。刚才确实都有几波，对于双方来说都一样。到了最后一刻，比较仓促的出手，或者是说根本来不及出手。那你也可以看到说，听障篮球他们的打法跟防守，其实相对于一般篮球来说，都是相对于比较简单的，大部分都还是守盯人防守。对，就是这对教练在执行战术上来说也会比较容易。那选手也比较知道说，因为如果说要换防啊、要 double team 啊这些，就太复杂的战术对他们来说，他们反而不容易执行。来看看台北市这一波的攻势，抛投没进，篮底下有进攻篮板，第3波要到了犯规。接下来把15号放上罚球线。台北市15号是我们的郭立瑞选手，现在有机会可以透过罚球线上的贡献来帮助球队破蛋。是，那郭立瑞选手从上一届在台北市得冠军的时候，他也是在名单之内的。台北市上一届报了10人，那本届呢是变成12人。人数也都是增加。那其实他们的人员，蒋一德教练有说，他们都是靠朋友之间。就是一个拉着一个这样，可惜还是没有得分。对，可惜8球没进。不过争取到进攻篮板，台北市也还有机会。力道短，球拨打回来之后，刚好砸在对方的身上出界。那台北市上一届的阵容跟本届的阵容其实整体上是差不多的，仅仅只有3位选手是新成员，分别是赖玉珍、谢依霖以及卓佩瑜。谢雅竹也是新成员，对，谢雅竹也是新成员。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持球这一位选手郭嘉密，也是一个24秒违例。台中队的防守真的是比较侵略性一点，就比较积极。反正目前台中的战绩是1胜1负，所以就是拿到这个成绩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重要。那但是台中队今天要打2场比赛，所以待会晚一点他们还有第2场比赛。1日2战确实是蛮辛苦的，而且第1战就面对到现在目前为止是全胜的台北市，是没有错。那他们也很想要积极的抢下这一胜，那如果下午的比赛再得到胜利的话，最后他们跟台中市就会相同的胜负差。那如果他们赢了台北市，最后的冠军就会是他们。每一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对，那因为女生有5队，所以女生是直接打一个单循环，然后每一场比赛都非常非常重要。我开赛今天可以感受得到台中市整个攻防策略都蛮成功的。对，就每一个球都有成功的手下，让至少不管是在投篮或者在传球，对台北市来说都没那么舒服，没那么容易去做。对，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6号郭嘉密选手，他除了在这一次有参加篮球的比赛之外，他还有参加田径3铁的项目。对，那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好。都是他的实力都是夺牌的实力。不过因为据说他1个月前因为车祸，所以就影响到他的竞赛成绩。但是你看他在篮球场上还是非常拼斗的精神。不过所以他昨天在铁饼的项目是拿到银牌。这也是相当罕见的情况了，因为通常在全运会比较少会看到有选手可能1个人去参加到2个以上的项目。对，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轮椅篮球没有成赛的原因。那因为在整个大会的规章有规定说，你参加了 A 项目几个小时之内不能参加 B 项目。对，所以但是因为篮球这个项目我们都知道它是团体的项目，可是它非常的耗时间。他可能我打了像女生打了总共10场球，我总共只出现了1个冠军、1个亚军、1个季军，
但是其他个人项目可以出现非常多的奖牌。对，所以就是很多县市都会要求就是球员去比那个个人的项目。在刚才台中市的郭玉洁抛投得分之后，现在比数已经来到了6-0。对，比赛已经过了8分钟，但是台北市还没有得到得分的机会。这确实有必要喊一个暂停了。我们再看一次，这是刚才的郭玉洁的出手。今天对于台北市来说，他们就没有这样子这么舒服的一个出手的时机点了。对，那这时候蒋教练可能就会交代一些，每一个人应该要怎么配合。除了因为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人拿着球就打进去，比较少小组的配合。那如果说1对1的防守比较侵略的话，你就比较难得到一个好的得分的机会。那如果有一个小组的配合的话，也许简单的一个挡拆一个 S1 就可以得到好的机会。对于台中市来说，在暂停回来过后，他们势必要延续现在的攻势，想办法拉开到2位数的领先。那当然，对于卫冕军台北市来说呢，他们要先想办法保持在个位数的分差，慢慢追进。对，希望可以赶快破蛋。那我们可以看，其实球大部分都是在我们郭家明选手手上。那怎么样？其他的队友怎么样配合他，向上面下来做一个上档，给他一个机会，可以让他接到球往内。可是有一个失误，而且看起来这个碰撞好像还蛮严重的。对于台中市的选手来说，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就是很多比较少选手愿意来参加篮球的原因。其实他毕竟还是有身体碰撞，还是有一定受伤的风险。对，其实是蛮危险的。对啊，尤其他们已经连续打了2天的比赛，看脚上、膝盖上面都是淤青。真的在听得没有这么清楚的情况下，会有一些多余的肢体碰撞。对，然后再或者是说，就是我身体平衡没有办法保持的状况下，我没有办法很明确去比较去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跌倒的时候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能就是直接就是膝盖着地这样的。哇，站起来了，但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直接继续比赛，这应该是要替补了。对。不要冒这个风险了，还有其他的赛事要进行。对啊，尤其是这个13号的郭玉洁又是我们阵中重要的大将，在第1节剩下1分半的时间，让他休息一下。个子也蛮高的，在场上对于台中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球员。对，像我昨天指导他们比赛的时候，真的就是靠他了。刚才也是他的抛投得分，帮助球队打出6-0的攻势。篮底下台北市非常好的得分机会，终于把握住了一个成功的防守。其实我们常常说，篮球比赛里面防守真的是最重要的。那除了防守之外，因为篮球比赛的胜负就是看谁有把球投进球篮里面得到分数，所以就算防守100分，但是得分0分。还是没有办法得到比赛的胜利，所以除了防守之外，能不能把球放到球篮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刚才得分的是台北市背号13号的倪嘉玲，要有一个差点，这球又被抄掉。台北市一瞬间呢，突然也把团队的分数累积到了4分，双方仅仅剩下2分的差距。台北市前面2波都是成功的由守转攻，拿下分数。那虽然这个球这个快攻是没有成功的，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在快攻的时候，他们在台北市都会有选手直接会跑到前场去准备。那像看得出来是台北市是一个相对于训练上来说是比较完整的球队。对，由守转攻会变成台北市今天得分的关键。前场3打2，看看这次的小组配合，结果放枪。可惜，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底能不能机会都做出来了，但是能不能把球放进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至少台北市刚才那几波的防守反击，他们该跑的位置都有跑到了。对，那其实台北市有好几位选手都是过去国家队的选手，像15号的郭立瑞，然后6号的郭嘉密，以
2号的刘星宇，以及13号倪嘉玲、10号薛淑敏，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国家队的成员，相对他们在篮球上面的经验也是比较多。2罚中1，台北市追到仅剩下1分的差距，同时第一节仅剩下4.7秒。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节的比赛里面，大部分的持球都还是在6号郭嘉铭手上。台中市要赶快来出手了，在第一节的比赛结束，6比5，台中市目前面对卫冕军台北市取得了1分的领先。休息一下。第一局其实一开始局面是比较走向台中市这边6比0的攻势。是，那因为在防守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中市的防守就是在第一节做得非常好，在盯人防守上面真的确实把我们郭嘉铭选手守得非常死，让他比较不容易出手得分。那就可以从分数上面看到，他们台中市现在还有1分的领先。在刚才台中市的郭玉洁下场之后，分数马上就被追进，所以现在他要回来了。那其实他们真的可以休息的时间也非常少，那每一个队真的可以打的选手真的也没有这么多，但是就是适度的调试，真的也非常重要。现在篮底下抢成一团，要看看裁判的认定，球权的归属。真的，他们都是不会放弃的。每一个球员在场上的拼战精神，真的非常令人敬佩。最终球权是要交给台北市，他们有机会在这一波可以超前了。如果有任何 field goal 的命中，那你看第2节的打法就有点不同了。那第1节大部分都是由6号的郭嘉铭选手来带球，但是这一节可以看到说控球的人改变了。那就会让郭嘉铭有更多的时间去跑动，做空手的跑动，然后去接到球，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那可惜是这一波是因为一个走步、一个失误，让球权又再度转换。台北市刚才的攻势以走步收场，所以现在机会是要给到台中市。在这样子一个呈现比较低比分的战况的比赛来说的话，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千万不能让对方把领先的分数给拉开了，不然很难追耶。每一分都非常的重要，尤其到最后面到第4节，连1分都觉得很大。那如果观众朋友刚刚有注意到的话，刚刚在台北市要发界外球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台中市的板凳席区教练用的方式就是用手拿板的方式，让选手知道说，我现在是要进攻，我现在是要防守，现在要做什么战术这样。Jumbo， 球权还在台中市的手上。目前在第2节的部分，双方都还没有得分。台中市在第1节曾经打出6比0的攻势，不过台北市也是及时的反击，连追5分，再加上郭嘉铭这一次的上篮，帮助球队超前了。对，那像现在第2节这样子的进攻的方式的转换，其实让郭嘉铭这么长时间的持球，对台北市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台中市的防守非常非常紧迫，
那现在一个成功的抄截之后，台北市又拿到球权。3打1的机会，结果这次并没有办法直接把分数给拿下。最后台北市还赔上犯规，这一波就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过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是至少我们台北市不会把所有的攻击的战力都放在郭家明身上。那把战力分散之后，反而会让投篮几率更好的选手有机会拿到球去做投篮，比较不会因为1打1，如果球都永远在同一个人身上的话，他被防守到的几率就比较高。像是刚才那样子3打1的情况没有得分，其实关键在于选手那个出手的角度并不是拿捏得很好。其实他身旁有这个出手角度更好的队友，但是在听障篮球当中，你想要去呼应他、去叫他、喊他，又没有这么容易。对，尤其他手上有球，眼中又只有篮筐的时候，你就是都是比较难去找到队友。那除非是真的是比较有训练过的选手，才比较有办法。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对于教练来说，训练选手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篮球员，它的难度是比一般篮球还要高很多的。这基本上也对于每一位选手，他对于这个篮球的观念还有知识，到底培养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因为像是刚才那样子的情况，你也很难是透过队友呼喊你，然后你及时把球分出去，基本上都是选手自己有提前观察到才有可能。对。那更甚至就是可能如果教练的话，就要换一个方式去想说，是至少我训练我每一个球员在篮底下投篮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基本的把握可以做到。你看，这又是一个漂亮的快攻。这次的反击机会，台北市也没能把握住，不过他们至少已经反超比分，现在有1分的领先。反倒是台中市了，在第2节目前完全还没有得分。刚刚发生了一个翻球的违例，台北市再度拿到球权，现在带球的反而是我们的23号的赖于真。中距离的出手，看起来是有犯规。台中市的这6分已经停滞好一段时间了，是从第1节的后段就一直都没有再得分了。他们再度换人，那你看在换人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是要换他。如果说在背对板凳的时候，真的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一般的做法都会是，裁判会问说，是要换哪一位球员，会协助让那个替补的程序可以更顺畅。戴宇珍第1罚稳稳命中，8比6，已经拉开到了1波球权的分差。对啊，毕竟台北市队的训练都是其实是比较完整的。那根据蒋一德教练说，他们其实今年在1月的时候就开始集训，他们集训就是每周1次，大概，而且他们只能练，他们是借用北科大的场地，然后他们练习的时间就是每个礼拜的每周1次，礼拜6或礼拜天是用早上7点到9点的时间，所以真的蛮辛苦的。搞不好这个练完球之后还要紧接着去上班呢。礼拜6、礼拜天是比较不会，但是你看像礼拜6、礼拜天还要起个大早，但是只能用7点到9点。就是选手如果说他们有的选手甚至是从南部上来的，是在南部工作，他户籍在台北市，但是人在南部工作，然后就是在比赛的集训期间会上来一起训练。那除了这个之外，他甚至会在礼拜2、礼拜5的晚上，就是北科大本身北科大女篮练习的时间，他们有的都会留下来自主训练。真的是要牺牲蛮多时间的。对，那尤其他们大部分我们的选手很多都是已经在工作了，就不像说我们在一般篮球的发展，他们可以是学生选手或者是职业选手，就没有其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打篮球。可是我们的听障的选手大部分都是有其他的工作，真的是更加辛苦啊。这也是我们所谓这个现实层面的一个窘境啊，因为听障篮球的团队其实反而需要更长的训练时间。是，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从这几年开始，听体协他们每年都会举办训练营，就是希望从这个训练营让更多从学生开始
就可以参与到正式的篮球的训练。然后我们训练营的教练都是我们国家队的教练，像蒋毅的教练，然后我们施婉君教练，甚至我们国家队的教练的邓碧珍教练都会参与。11-6，台北市已经把领先的分数给拉开，来到了5分。在低比分的比赛来说，5分其实已经还蛮巨大的了。对，我们尝试了很多次，那个球就是不会进篮筐。反倒是台中市的，他们的分数还是停留在6分，这是他们在上半场的分数。外线的出手弹框而出，不过球又回到他的手上，再来尝试一次。现在这个篮板怎么样，都是会来到他的手上，再交给队友，结果出现了失误。真的有点急躁，拿到球还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就急着想要做下一个动作。刚才呢，也是我们在本场比赛看到第一次的外线出手。对，那其实台北市队的其实不太投外线，就是这2支球队其实不太投外线。女生的球赛在投外线其实也比较少，但是在男生组的比赛，你就可以看到比较多外线的进攻。确实没有看到什么选手特别拉开到外线要投射或是接球的位置，大家都是挤在里面。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其实这比赛的分数不高，那也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做又要拿球又要平衡又要投篮，本来就是不容易，尤其是又有这么压迫这么紧迫的防守，相对就会比较难。那当然中距离的投篮会比外线的投篮还要再容易一点点，就是越靠近篮筐，当然得分的几率就会越高嘛。篮板球稳稳的保护下来，台中市他们要想尽办法在这一节得分啊，不然真的是比较不理想。现在台北市也把防守的强度拉高了，然后这是一个成功的防守，造成台中市有一个8秒的违例。台中市刚才在篮板抓下来之后，确实也浪费太多的时间了。对，后场的这些没有必要的运球，其实在场上是可以避免的。就我们就是要尽快让球可以进入到前场，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组织我下一波的进攻。台北市的底线球开出来之后，马上就有投射的机会。其实角度还不错，但球弹框而出。对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台北市，除了他们很多都是以前的我们的国手之外，他们的训练也比较完整，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的布阵啊、球员的位置啊，相对都是比较好的。对，没有注意到时间已经到点了，赖于真。时间的掌握真的还是非常重要。对，你可以看到 bench 都已经快跳起来了，可是，在拿球的那个球员还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毕竟他听的可能没有这么清楚，而且重点是太专注在场上了。对。那其实我们听障的选手也不是每一位完全都听不到。那我们在听障的比赛，国际比赛从国际比赛开始的规定就是，不管你的听障的障别如何，你是你的听障的能力就是低于55分贝以下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那如果说有的人的状况是比较好一点，即使他拿掉助听器或者是我们说听力辅助器，他还是可以听到一些声音。那能力好的选手在团队就很重要，他需要去担任这个传达的枢纽。对，没有错。其实相对的，他们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听力障碍越低，他们的身体能力其实真的是越好。那换句话说，听力障碍越高的选手，他们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越高。没错。台中市在第2节仍然没有得分，场上的比分是11-6。对，第1节最后一波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我们台北市在第2节也是还给对方一波6-0的攻势。对。球出界，接下来最后13秒的时间，看台中市能不能第2节破蛋。台中市现在极度需要分数的进账了。12秒的时间，
郭玉洁，台北市也是慢慢把防守的强度给拉高。对，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完全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完全是相反的状况，因为球都是在13号的郭玉洁选手身上，他们只要守到郭玉洁，基本上台中市就没有好的机会。那你看，又是一个失误，开出来之后马上就出现了失误，压哨的出手，很可惜，最终没能放进了，差一点点。所以半场的比赛结束，台北市11-6成功的反超比分。回到下半场的比赛，第3节即将展开。目前的比分是11-6，在第2节的部分，台中市是完全没有分数的进账。反观台北市呢，则是又拿下了6分了，所以不只是反超比分，目前还有5分的领先。不过刚才中场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去讨论到，台北市在本届的场均得分呢，前面3场其实可以来到40分了。对，没有错。那但是到达像类似这样的比赛比较紧迫压迫的时候，像台北市遇到新北市的时候，那个分数也是比较低的。今天因为双方的防守强度都很高，所以其实要得分没有这么容易。对啊，如果以棒球来说，就是一个投手战的概念。这就要真的去掌握住对方乱流的时机了。对，那我们知道台中市的主要的选手就是我们13号的郭玉洁，所以他现在台北市派了郭嘉密去守他，所以让台中市的进攻就更困难，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守，获得快攻的机会。你的压迫只能再分出来，一个3秒的威力，可惜。那观众朋友这边没有办法透过镜头看到我们的 bench 有多激动啊！就是教练觉得啊，我要叫你做什么，可是真的他也没有办法指示他在。刚才是台中市的尤惠维插板得分，帮助球队终于打破了得分荒了。对，那希望就是接下来的得分可以更顺利。比赛当然是越接近是越精彩啊！因
因为毕竟篮球跟足球是不一样的嘛。我们篮球想要看到的就是球可以进入到篮筐当中，是我们最想看到的。11比8，双方3分的差距，又是这个位置。刚才则是换成了林诗璇，防守篮板一直没有办法巩固下来啊。那你看台中市虽然没有办法得分，但是还是积极的拼抢球，连续三个篮板，还是保持了这个球权。但最后进攻时间只剩下5秒，最后的5秒钟，底线球要先开出来，直接被拦截，不过又回到台中市的手上，造成了犯规。在时间到点之前赔上这个犯规，蛮亏的。对，不过我们9号谢梦珍选手就有罚球的机会。台北市也要特别小心啊，领先的分数其实没有很多，3分差。其实篮球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运动，就是有1分、2分、3分，有时候连续的外线投射就会让整个比赛改变战局。突然的加速让篮底下这一次的给球变成了助攻。刘星宇的速度真的好快啊！对，台北市永远都保持有一个选手在前场准备跑快攻，又是漂亮的配合。刘星宇一个人连拿4分，现在台北市把比分拉开到了7分的领先。对，其实，在这几波台中市的这几波进攻里面，我们13号的郭一爵一直都没有机会碰到球，就是所以现在台北市祭出的防守策略其实是成功的。刘星宇退到外线来出手，力道短。刚才个人连拿了4分的帮助球队拉开领先的比分，到了7分的差距，这也是我们稍早所提到的。刚才3分差的时候，我们有说过，这样子的分数对于台北市来说其实不够保险的。结果连续2波的反击，现在变成了7分差，那就真的差蛮多的。对，用成功的防守，然后获得快攻的机会，然后最后上篮又把握住，分数自然就会入袋。那现在就看台中喊的这个暂停能不能帮助郭一杰突破1打1盯人的防守，能够获得比较多的持球的机会。短时间的快速得分会是这场比赛的关键的，对，因为你不可能一整场比赛都在得分哦。对，你要掌握住对方，我们所谓可能遇到乱流的时刻，像是刚才的那1分钟里面呢，对于台中市来说确实是比较混乱一些。对，那相对的也是像我们第一节上半场体力比较充沛的时候，台中的防守可以比较压迫一点。可是到下半场体力下降之后，他的防守强度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维持？就是台北市能不能容易得分的一个要素，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守，成功的抄截，早上快攻拿下分数。这个当然是台中是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短时间快速的灌分哦，他们待会要追分就会更加困难。刚才是郭嘉密个人的抄截，再加上得分，而且他可是把对方的主力郭玉洁的球给抄掉了。对，而且真的是主力来守主力了。17比8，已经快要来到2位数的分差了。但是看起来郭嘉密的体能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就是除了打篮球这么高强度的运动之外，还要兼还要兼田径3项的比赛。所以对于他来说，可能在没有训练篮球的时刻，还是可以去维持住这个个人体能的状况。对，所以其实看得出来他的平衡感，然后他的动作是比其他选手来的好一些。那但是相对也可以看到他到底付出多少努力这样。这次要来找郭玉洁也出现失误，也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大概现在只有剩他可以就是继续高强度的持续的祭出这么高强度的防守了。哇，这一次的给球发生失误。第3节的比赛剩下不到5分钟。
17-8，台北市要把领先的分数给拉开。台中市的乱流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其实这个时候体力的调节也非常重要。那台北市的教练团也非常的有经验，知道说，这样高强度的防守对于选手来说负荷非常大，所以还是需要把他们换下去休息一下。我想台北市这样子高强度的一个压迫是经由好一段时间才能训练出来。对，没有错。而且其实大部分的防守都是合法的，所以看得出来说，不是说我高强度的防守就是我只要拉住他就好。其实没有，刚刚大部分都是合法的防守，获得一个反快攻进攻的机会。现在是台中市，我更正是台北市的得分机会。对，那我们可以持续的看到，其实，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打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单挡，那找出机会之后，让持球的可以继续往内进攻。对啊，10号的林诗璇，刚才在篮底下掌握住机会。那另外一个进攻的重点就是进攻篮板了。如果可以抢到进攻篮板，越靠近篮筐，得分的几率相对就越来越高。今天的台北市其实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防守篮板的巩固。对，然后另外就是拿到进攻篮板之后的那个投篮机会又没有好好的把握。好，这一次防守篮板保护下来了。对，所以在灌篮高手里面就说篮板球是比赛得胜的关键啊。赖玉珍，这次的切入也是吸引到了裁判老师的哨音。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的时间，17-10，目前台北市领先7分。现在台中市也要做替补。台北市也把郭嘉妮换上来，真的给他休息的时间真的非常短哦。而且他的左脚这个包扎，其实包的还蛮多的。对，那可能跟他1个月之前的那个车祸有关系。但其实篮球比赛相对，因为他身体接触多，然后再加上他的动作左右的位移也多，所以他受伤的几率其实真的也比较高。你看，像球在地上这种不顾自身安全这样冲抢，真的是。今天的郭嘉妮真的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对，不管是进攻或者是防守，都看得到他的身影。从他的表现呢，以及他的动作，你很难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带伤上阵。对，你看他真的让我们的郭玉洁一点接球的机会都没有哎。个人的对位对得相当成功，而且现在又来帮队友制造机会。进攻篮板掌握在台北市的手上。高弧度的出手没有，篮底下双方又是要来争抢球权。jump ball。虽然这一次台北市没有直接拿到球权，可是那个郭嘉密的这个争球，就是没有拿到球不放弃这个精神，真的是很厉害。然后是用争球获得这一次的球权。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守。中距离出手没有，防守篮板，台中市保护下来，但是要把握时间了，要赶快过半场喽。所以其实从我们第2节跟第3节可以看到，就是台北市像这样子比较有经验的球队，尤其在体能下降的时候，他们的优势其实真的是比较高。最后一波18秒的机会，台北市很快的就推进过了半场，球来到郭嘉密的手上。最后的8秒钟，
台中市这一波也压得很上来，高调到篮底下，稍可惜微差了一些。可是其实我觉得概念是对的，因为其实高个在篮底下已经得到好的位置了，然后台中市的高个也被拉到外面，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就是意识到了。对，其实就是球不小心传高了。来，我们第3节时间终了。这个哨声应该是有声响哦。对，所以看裁判老师怎么决定。最后裁判老师决定是，时间已经终了。好，看起来是前3节的比赛打完，目前17比10，卫冕军台北市后来居上，反而目前是取得7分领先。即将进行到最关键的决胜节。上一场上的比分对于台中市来说，7分的落后，以低比分的比赛来说的话，这并不太好追啊。但至少是个位数的分差。如果他们能够掌握住这一节所剩的时间，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对，不过台中市这一节要克服的主要是体能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到选手的速度已经跟上半场比起来已经变慢许多，所以最后一节就是真的除了拼体力之外，就是拼意志力了。我想郭玉洁的状况对于台中市来说也很重要啊。他在伤退回来之后确实有差。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跑动过程当中，他的脚其实并不是这么舒服。另外一部分就是郭嘉密真的对位守得很好。对，一直给他高强度的防守，让他没有办法拿球。那你看，郭嘉密非常有经验，马上在拿到要发界外球之前就告诉队友要做什么，让他们知道每个人要怎么跑。但是2个队友都想来接这球，最终反而是以失误收场了。这也是篮球场上啊，我们时常提到沟通的重要性，但是来到了这样子的比赛啊，又会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对。这就真的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还有选手自己本身的一些默契了。对。2打1的机会，自己上也可以给球。哇，漂亮，可惜了。这个脚步是蛮不错的。对，先把对手骗起来之后做一个转身，可惜就是最后出手的时候差了一点点。不过积极的拼抢还是拿到这一次。台中市还是拿到这一次的球权。对，刚才是倪嘉玲碰出了底线，但是球开出来之后出现失误，台北市的快攻机会了，这次的上篮没进。可惜，当中出错，所以球权又来到了台北市的手上。其实，在篮球里面，要保持球队的不要失误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你看，一个失误之后，球权给了对方，接下来又赔上1次犯规，然后让对手有2次罚球的机会。所以像这样比较有经验的教练团，就是用比较简单但是真的粗暴有效的方式，
就是只要我们守死台中市的郭玉洁，让他们的得分，让他们的进攻更困难。台北市的赖宇珍刚才2罚的机会没有把握住，不过比分仍然是17-10啊。台北市的团队握有7分的领先。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台北市的那个替补的频率是比较高的，相对于台中市，他们的可以用的人也比较多一点，所以对于体力的调节来说，对于跟台中市比起来，压力也是少了一点。这在防守上其实就很明显了，差很多。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下半场的台中市的防守强度真的明显的这样降低。球又拿回来，有个新的24秒进攻。一个高强度的防守，最后还是赔上犯规。那除了教练之外，其实每一个队都有一个手语老师在协助，然后让选手就是知道说现在要做什么事情。特别是这一波的得分机会必须要把握住了，没问题。赖宇珍，虽然赖宇珍是今年才加入台北市队，但是他的表现也非常非常的好。胡佳密这一波面对到对方的防守，台中市这边谢启维也是给足了压力。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9分，希望台中市在这一波可以有机会把比分稍微拉近一点。这是场边一个小花絮，就是其实虽然施元君教练他是带台北市队，但是他对于听障的选手真的是都非常的照顾。刚刚是台中市的选手的鞋带掉了，所以他都会细心的提醒他。虽然不是自己的队伍，但他都会细心的提醒他。可以看到施元君教练的，就是他真的非常非常热爱这个运动。边线球，台中市给出来之后，又是出现了失误。胡佳密真的是在场上拼劲十足。对啊，除了把郭玉洁守死之外，而且还制造了他好几次的犯规。现在郭玉洁应该是已经有3次犯规在身上了。那在本届的群障运听障篮球的部分，暂停的次数是上半场2次，下半场3次。是，那这个跟一般篮球的规定都是一样。其实，在听障篮球里面，所有篮球规则，就是除了球员的听力的规定之外，其实它都是相同的。场上的比分已经来到了2位数的分差，这出现在第4节的话，对于台中市来说，11分会显得特别的巨大。对，更尤其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回抢的失误。台中市目前团队所拿下的10分，其中有6分来自于第1节。对，那再加上现在郭玉洁因为犯规的问题而不在场上，所以现在台中市要得到分数真的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可能就要靠我们10号的林诗璇比较仓促的出手，这个 leading pass 给到前场相当的到位，成功穿过了台中市的防线。李嘉玲站在对的位置，也在对的时机点出现。最后的8秒钟，他们也很清楚现在剩下多少的时间。对，这个停下来是真的是有经验的。就知道说现在自己球队是领先的，那进攻时间还有剩下，其实我们不需要这么仓促的出手，对，可以重新组织一波进攻，不需要打得像是落后的球队了。对，没错。时间反而是站在台北市这边的。现在2队都要再做出调度。
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位球员，他们只要上到场上来，他们真的是120%的拼战精神。11分的差距，剩下最后的3分18秒。布加密这次的给球相当到位了，但是队友倪嘉玲的出手是被盖了火锅。对，林诗轩一个成功的防守，现在就剩下林诗轩一个人苦撑了。台北市请求暂停，在这个时刻，场边出现了暂停了，11分的差距，剩下3分钟的时间，看起来台北市今天要获胜的几率是明显的高出台中市一些。对，剩下3分钟的时间要再追11分，那个难度真的就非常高，尤其郭玉洁可能就没有办法再上场。你很难想象，在第1节的时候，台北市其实在前半段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得分的，被对方打出6比0。对，其实相对我觉得，台中是一开始使用的策略是正确的，就是可以明显的看到说是有收到效果的，就在第1节真的有压制台北市这样有经验的球队，那让他们的得分也压到蛮低的状况，甚至在比赛前5分钟都没有得分，这是比较难看到的。那虽然说到后面因为犯规或者是因为体能的下降，让比赛那个防守强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也还是蛮赞赏他们球员的表现。开赛的策略真的蛮成功的，但重点就是这个策略跟战术可以维持多久，因为随着场上的变化，可能包含受伤，包含了选手必须要面对到的体能的消耗，这都会影响到你策略能不能够继续维持。对，甚至是犯规的次数。来到了13分的差距。对，那相对的，在台中市的进攻，他们的进攻就没有像台北市有这么好的经验，然后有人在帮忙做挡拆，或者是快攻的这个执行，也都没有像台北市这么完整。相对的，就是他们进攻上就会比较辛苦一点。外线的出手没有碰光，又是台北市的反击机会，但是球被先拨了一下。台中市也开始去掌握住了如何来阻挡对方的反击发动。对，但是刚刚有点太过急躁了，急着想要把球丢出去给队友，最后还是失误收场。台中市来到了下半场之后，很明显有几次出手的选择不是这么理想，是比较着急一些了。那相对也有时间的压力，因为毕竟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他还要再追13分的差距。有犯规的产生，台北市即将获得2次的罚球机会。那现在已经获得比较多的比分的优势的时候，其实台北市也开始走马换将。那待会如果说在替补席上等待的球员也是比较少上场的球员，借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球员有上场练习的机会。对，不过这个球要投进啊，才有办法在这个时候换人啊。是一弹框而出。郭立瑞可能是不想下去哈，所以旁边的队友真的也是要等到有死球的时机啊。又是一个成功的防守，可惜走步了。好，那现在场边的队友可以上来了。对，我们这2个今天都是第1次上场的选手。我们33号林玉佳，台中市的底线球，把球拨打在对方的腿上出界，还是台中市的球权。这样比赛剩下最后不到2分钟要结束。他们要不要先？
距离的投篮，还是没进。台中市这团队拿下的10分也是停滞一段时间了。场上的训练也是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台北市也让更多的选手有上来累积实战经验的机会。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教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虽然说我们很好的选手一直在场上可以得分很好，可是毕竟这些选手没有办法真的完整打40分钟，或是当选手有犯规麻烦的时候，我有没有人可以替补？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去做训练，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想对于团队来说，可能没有办法去做到让每一位选手都变成得分的主力或者是关键，但是在防守的策略上，其实是可以贯彻到整个球队，无论是先发还是替补的选手。对，你一上到场，你就知道在防守端你该需要去做到什么样的动作。对，尤其在关键的时候，如果是在关键的时候需要去替补所谓的板凳球员的话，他们能不能再继续做出教练要的指示？那就是看你在场上实战经验够不够。防守真的是关键。今天的台北市其实从落后打到追平，甚至是领先，他们的防守反击真的是非常好的武器。对，就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球队，如果说有比较好的训练，有了成功的防守，进攻的人到位，那一个快攻真的是那个得分的效果就会非常快。那现在也有了一定的13分的领先，比赛也剩最后1分钟。即使有一些失误，对于台北市来说，我觉得都是正面的，至少让这些球员有机会在有强度的比赛里面去出赛。台北市又成功守住了一波，然后有机会自己上篮。脚步方面完全被对方的站位给限制住。这也没有关系，这也没有关系。你看，像教练这时候也是给他很大的鼓励，就是没有关系，让这些比较少上场的球员尽量的去拼战。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时候选手太专注于比赛之中的时候，是真的不知道现在应该要停下来。剩下最后的48秒，场上的比分是23-10，台北市后来居上了。虽然在第一节打完是落后1分，不过目前反而是13分的领先。台中市今天如果落败的话，最关键的就是他们的得分呢。今天往往都会面临到停滞好一段时间的情况了。对，因为台北市的防守也就是一开始是好像台中市的防守比较具压迫性，但是其实在回过神来之后，第2节开始他们台北市改变防守的策略之后，让台中市的进攻完全被压制，然后甚至郭玉洁也赔上了犯规，那现在也都没有办法在场上。刚才的出手球有进，但是不算。可惜刚刚有一个2次运球的违例，可惜啊。最后的37秒，台北市在大幅的走马换将之后，也要来看看这一批的选手能不能够得分。我想对，没关系。虽然这是一个势头，虽然是没有碰到篮筐，不过我可以感受到球员在场上是真的很开心，可以在场上比赛这样的感觉。我想这一批的选手上来之后，首要的目标当然是磨练了。那另外一个目标应该就是要得分了。对，希望有机会给得分，而且这些球员其实都不会害怕出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状态。有的板凳球员上来就不敢出手了。最后的10秒钟，场上可能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波进攻了，看看台中市能不能够把握住。好不容易才给出来，造成了犯规。
剩0.31秒。0.3秒要得分的机会就比较低了。看起来是边线球哦。0.3秒是还有机会接球投篮啊。0.3秒基本上只有阿里又可以来执行了。所以本场比赛在这边告一个段落，23-10，恭喜卫冕军台北市在本届的比赛当中，目前仍然是全胜之姿独走。对，那如果说台北市已经4胜的话，就代表说他们就稳居冠军的宝座。本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也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荷兰国际裁判老师谢淑菲的讲评。谢谢。我是主播林浩伟，在稍后还会有男子组的赛事，千万不要离开。
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透过 Hub Sport 以及智明体育台，还有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官方频道，共同来锁定113年全障运的现场转播。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我们在埔里国小将为您带来听障篮球的赛程了。现在即将要进行的是男子组的部分，由屏东县碰上的是桃园市。我是主播林浩伟，本场比赛为您邀请到的是国际裁判林建宏老师来担任掌评的工作。老师你好。主播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女子组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一些听障的选手们，他们可能并没有办法把这个裁判的哨音听得这么的清楚，所以会产生一些多余的肢体碰撞。那来到了男生组的赛事，我相信这个肢体的碰撞应该会更加的强烈。是没错。所以就是当有其中一名裁判鸣哨的时候，其他2位裁判就要去把比赛停止下来。对。那讲到这个听障篮球的部分，其实是在男子组以及女子组，真的还是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男子组他参赛的队伍跟人数是比较多一些的。是，因为他这个就听觉障碍，它的定义来说，只要你有听力损失，那到一定的分贝的话，他就是可以参与这个听障的篮球赛事。所以基本上像上次的冠军队新北市，他就有基本上还有。我印象中是有2位选手，之前甚至有打过 HBL 高中篮球联赛，对，所以如果有转播到新北市的比赛的时候，各位观众也可以稍微看一下，对。好，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是男子组的赛事，桃园市碰上的是屏东县，穿着白色球衣的是屏东县，而白色球衣的则是。现在白色球衣即将要进攻的是屏东县。那蓝色球衣的则是桃园市。男子组的比赛，这个节奏真的变得非常的快。leading pass 给到前场，给的是个地板球，还有办法控制在场内，赶快交出来。看看这次的切入，靠在对方的身上，2分打进。8号的王承翰。基本上屏东县的攻势发动就是会有现在目前持球这个9号9号那个许胜杰来发动那基本上屏东的部分就我观察这2天的比赛就是由他来发动，甚至他在场下也有担任，其实就基本上就是负担教练的工作了，他负责指挥这样子。对。再来看看刚才是桃园这边的得分，8号的王承翰。不过现在呢，则是变成了屏东县有罚球得分的机会，2罚中1，吴峰庭的得分。可以看到桃园市这边其实有战术哦，平时一定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训练了。听障篮球的团队训练反而需要比一般的篮球还要花足更多的时间呢。是因为毕竟说这些成员有时平常可能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可能为了这种全国的身障运动会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赛前的集训可能也没办法说全员到齐，所以这部分可能是他们在集训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常遇到的一些困难。对。屏东县这一波的防守赔上了犯规。当然，在本届的全障运听障篮球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队的选手来参赛了，因为在听障这部分其实也是有能够为国争光的，是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机会。现在其实还蛮多这些国际赛事。没错，因为听障比较特别的是像
我们知道今年2024年会有巴黎的奥运会，那奥运会之后会有一个残障奥运，那听障他们又是另外一个，他们会有所谓的听障奥运。那像国内的话，2009就有承办过听障的奥运会。对，那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听障他们的国际裁判，他们是好像是有另外规定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们一定要有听觉障碍，他才可以去考。那所以像现在场上就有一位是听障的国际裁判，对。屏东县呢，刚才果然就是教练点名的主力许胜杰得分，而在得分完之后呢，他也是非常大声的去提醒队友。这并不是说可能比较严厉的指导，而是在这样子的比赛当中，他需要喊得特别大声。没错，对。许胜杰又来了，以他的身材来说，今天势必对于桃园市来讲，禁区会受到一些考验。那除了刚才教练提到的奥运以外呢，其实在听障这部分呢，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有举办过世界听障青年运动会。中华队也是有去参赛的，当时每天是集训6小时，所以也是由此可见，这个听障篮球真的要花好一段的时间去训练。对，因为他们可能平常也没有接受一般的篮球训练，所以为了去参加这个运动会，可能就是真的要去多多训练。对，场上的比分是7-2，屏东县的 Keyman 许胜杰当然在第一节就成为非常关键的人物。反观是先得分的桃园市了，在有了 field goal 的进账之后，好像稍微进入到了得分的干旱期，反倒是被屏东县打出一波7-0的攻势。是，所以也在这个时刻呢，场边是出现了暂停。刚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所提到的2024世界听障的青年运动会。当时的篮球是采取3人制，是，所以跟现在场上看到的5打5也是有一些区别。其实像现在国际篮总，他也有是在推行3人制的。那其实如果有在关注一般篮球的话，其实现在3对3的也越来越风行，对。那稍早我们也是有提到，在听障这部分。当然，每一位选手他听障的程度是不太一样，也有一些可能是我们所谓比较轻微的，他还是可以听得到，而且是听得比其他选手更清楚的时候，对于教练来说，这样子的选手就会非常重要。没错，对。球权在屏东县的手上，看看这次的切入靠在对方的身上，造成了犯规。而且底线的裁判认定就是出手动作，所以将会上罚球线。甚至有一些听障的参赛选手，他本身也是可以去参加一般组的赛事。没有错，因为早期对听障的选手，他可能是会在启聪学校。但是后来科技发达，包括助听器啊、人工电子，或是说教室内的一些广播系统，它可以跟一般生正常的上课。那又强调说融合教育嘛，那融合的话就是让他在一般的环境下去上课，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就可以比较融入一般的学生当中。对，相对就是去念启聪学校的学生就会相对减少。那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他的听损是比较少的话。基本上他就是可以几乎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对。刚才屏东县呢是被吹判了进攻犯规，所以球权要给到桃园。这次的上篮没能放进。桃园市有机会在这一波可以追平比分。
选择高跳到篮底下，有哨音的产生。这次给球其实给的相当不错，篮底下的队友也造成了犯规。许胜杰刚才颇有要在外线来投射的味道啊，是，结果是一个给球。篮底下找到了吴峰庭，两罚中1。屏东县现在取得8比4的领先。最后的7秒钟，桃园市这一波的攻势，球被抄走，许胜杰把球交给队友，稳稳的放进，得分的是涂维轩。屏东县在第一节进攻端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许胜杰他的得分以及组织。10比4，目前已经取得6分的领先。可能是刚才倒地的是卢哲贤。桃园市的底线球，这一波的攻击机会，他们要好好的把握住了，不能再让对方把分差给拉开。哦，这一次的 give and go 走得漂亮，但可惜没能够有分数的进账。许胜杰今天很明显就是要强打到禁区。桃园市在第一节因为也累积到了5次的团犯了，所以现在许胜杰可以直接站上罚球线。男生的比赛果然这个肢体碰撞特别的多。没错。那屏东县可能要比较担心的就是体力上的调配问题。对，那前几天的比赛，屏东县基本上上半场都还打得不错，那可能到了下半场，包括人员的调度啊、体力上的调配，可能就稍微要再多留意啊。对，黄承翰的中距离得分。自己再抓到进攻篮板，杀到禁区了，又是造成了犯规。今天在整个游戏区的防守，对于桃园市来说会是一大考验了。屏东县今天真的包含了吴峰庭啊，以及主力许胜杰，两人蛮多镜头的。那对于吴峰庭来说呢，他比较多的机会是站上罚球线。前面几乎都是2罚中1，这次2罚都是 miss 掉。基本上这个对战组合就是那个分组2的竞争，那基本上赢了这一场就是基本上就是进入前4强，所以相对来讲对这2队来说都是蛮重要的一场比赛，因为输了就要被淘汰掉了。已经来到了 Bring or Go Home 的比赛啊，双方都会卯足全力。快速给到前场，看看这一波的攻势，桃园市没能够把握住。屏东县的快攻来了，这次的抛投弹空而出，篮板球的争抢，最终球权是要给到桃园市。
上的比分仍然是12-8，不过桃园市能够获得2次的罚球机会，蛮有可能可以慢慢把比分给追进。王承翰今天他身负重任了，在这场比赛，桃园市目前的得分主要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很发中1，不过还有机会去争取到进攻篮板呢。徐胜杰也是打得蛮聪明的，是第一时间大家都找不到球在哪里了，他先掌握住，然后赶快把球拨打在对方的身上出界，不然在刚才那样子小空间的情况下，其实非常靠近边线的，再去做到多余的运球，都很有可能会出现失误。徐胜杰给到篮底下的队友，再分出来，桃园市的压迫赶快上来，看看这次翻身的跳投没有。王承翰就是要强打到禁区，对方防守站位也是站得很好啊。前场再来找许胜杰，撞开了对方之后没能打进，进攻篮板，最终是由蔡宇农来掌握住，转换成了分数。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4-9，5分的差距。球又回到王承翰的手上，中距离跳投得分。桃园市目前的战局状况来看，比较像是凭借着王承翰的一己之力，硬是紧咬了比分。但如果他们想要追平比分，甚至是超前的话，还是需要更多的选手跳出来。毕竟现在也仅仅只是第1节的比赛了。没错。我想，如果整场比赛都要王承翰这样子打的话，对于他来说太疲劳了。是啊，因为就平常篮球来说，可能得分主力会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那其他队友能不能提供适时的协助，可能就是这个球队能不能获胜的一个关键。对。当然，屏东县这边也是有当家的主力啊，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许胜杰，但跟桃园市的情况相比起来，屏东县这边有更多的选手跳出来啊！你无论是在运动战的得分，或者是说站上到罚球线来罚球。暂停的运用对于双方的教练来说也都很重要。场上不只是队友们之间要沟通啊，那个教练如何传达讯息给场上的球员们也是相当的关键。对，我们可以看到教练有时候会相当激动，因为球员有时候是真的没有听到，或者是说可能需要大一点的动作来提醒他们注意到那个教练这边他所要下达的一些战术啊、一些动作这样子。有的时候太专注，真的会听不到场外的声音了。何况本身参加的就是听障篮球的赛事，这个出手选择就比较不理想。不过这也是稍早女子组跟现在男子组比赛的一个差异，男子组就会有比较多的外线尝试。是。许胜杰 ，in and out， 桃园树快速的甩到前场了，结果发生失误。想法是好的，但给球方面呢太大力了。许胜杰也发生失误，桃园是最终打得跌跌撞撞，还是在前场找到了反击的箭头。桃园市这边的攻防转换其实意图还蛮明显的啦，身上也是会有人偷跑，但也要特别留意，并不是每一波防守成功之后都能够快速甩到前场直接来进行反击，因为刚才其实可以看到屏东县也是有备而来，没有错。简俊杰罚球线上的表现仍然是相当稳定的，帮助桃园市
追到仅仅剩下1分差。屏东县这段时间反而得分有点停了下来了，球赶快又回到许胜杰的手上，中距离的命中，帮助球队止血，3分领先。同时呢，这场比赛在第1节的部分剩下不到1分钟。看看这次转身的出手，球弹了出来。许胜杰力挺 pass 给到前场2打1的机会，选择自己上。这个好球。背号10号的方贵德。这个进球之后又去碰触球，被裁判警告了延误比赛的一个警告。对。所以无论是什么层级的篮球比赛都一样了，没有错。何况你又是领先的一方。18比13。屏东县刚才连续的 field goal 命中帮助球队又拉开了领先的分数。桃园市果然还是把球交给王承翰来处理。王承翰这样子的打法真的也是蛮累的，相信或多或少也会影响到他罚球的稳定度了。是18比14，4分的差距。屏东县赶快再把球交给许胜杰，分到外围，这次龙兔的出手没有。最后的13秒钟，桃园市要想办法得分，而且要把时间的掌握拿捏的刚刚好，不要留下任何的时间给对方来进行反击。这次的火锅盖得干净利落，于峰庭身高也是非常的高。最后的9秒钟，转身之后出现了攻击的空间，王承翰球往前场一甩，第1节的比赛在这边结束，18比16。目前呢，屏东县是握有2分的领先。第2节的比赛展开，中距离出手命中的是吴峰庭，今天在攻防两端都有不错的表现。哇，结果对方还了一个 tough shot。这果然是关键的淘汰赛啊，双方都是拼尽了全力。20比18，目前屏东县仍然是领先的一方。可以看出来很明显，桃园市这一节又把进攻速度再拉快就是一直把进攻一直在拉快，那可能也是想要造成屏东他的那个体力上的负担，对。在身材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就是要打快了，是没有错，用速度来打高度。所以看那个桃园拿到球之后，基本上都有2到3个人开始跑起来了，对，可能屏东这方面可能也要有所因应。
啊，2罚都没进，对于桃园市的张凯威来说比较可惜。这个有站位的球员进场过早，那就是裁判判定再重罚1次哈。还有1次机会啊。把握住了，所以2罚中1，剩下1分差距。吴峰庭给到篮底下，但是完全没有队友，球往前场一甩，哇，给得很到位耶！是，可能没有掌握好，直接送到了队友的手上，而且这个弧度给得很高。许胜杰还是来掌握整个屏东县在攻击方面的节奏，给吴峰庭转身就来出手，相当的有信心。桃园市现在就是要打快，切到禁区。许胜杰第一拍骗起了防守球员了，但第2时间的出手仍然是受到蛮大程度的干扰。出手没有，篮底下还有进攻篮板呢，可惜王承翰这次没有掌握住了，不然桃园市很有可能呢1级超前。外围的出手，空心进网，哇，这是一个3分，更正是2分球。再分到外围，桃园市也要来尝试外线的攻击。底线这边也有碰撞。刚才比较可惜一些，选手其实是站在外线的位置，但是他的右脚是站进来的，踩到线。对，那刚刚场上有一些状况哈，有一些火花出现了，没错，可能9号，屏东9号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情绪控制。对啊，跟自己队友的沟通或是言语的交换是可以的，但是刚才我们听到假倒这样子的词就比较不乐见。就至于说有没有假倒，就是裁判自己会去认定。没错，是裁判来认定的。桃园市的卢哲贤也是在碰撞完之后先下去休息。吴峰庭倒在地上，还是能够把球传出去，就是外围的出手，但脚是踩在线上。好，篮底下，许胜杰把分数给补进，24比19，5分差距。桃园市中距离的命中，这次是背号73号的关敬威，所以桃园市确实有更多的选手能够跳出来贡献。挡拆之后，许胜杰还是要往禁区来走。右手的抛投没有。桃园市球捡回来，再来尝试，再分出来，转身之后靠在对方的身上，吹的是走步。先走步了哈，先走步才有后续的犯规动作，所以裁判是宣判走步。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9号许胜杰他
刚刚回访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在用走的，基本上是在第2节可能稍微体力上的调配要再多注意一下。许胜杰还是来控制场上的节奏。另外就是常人吴峰庭也是屏东县在攻防两端的关键。小组的配合已经来到了篮底下，如果能够多做一次传球，找到身旁的队友，或许会更容易把这2分给拿下。第一线的压迫碰撞是赔上了犯规，但对于桃园市来说，面对着屏东县的主力，确实第一时间就要给予他足够的强度。外围的出手仍然没能命中，许胜杰还在寻找外线的准心。分到底线，桃园市在外围的攻击也没能命中，所以现在球权又回到屏东县的手上。许胜杰这次是要给球，篮底下再多做一次的 extra pass。这次桃园市的反击就太大意了。刚才没有提到，并不是每一次成功的防守下来之后，球都能够往前场来甩。没错，这一球可能就有点太过急了。传球当然是一个要件，但更重要的是前场的队友有没有跑到正确的位置上。是，有的时候队友跑了，但是下一秒上对方的协防或是回防也是已经到位。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不如不要给。24-21，场边出现了暂停。目前白色战袍的屏东县呢，仍然未有3分的领先。那屏东县在上半场的部分，当然最关键的就是2位选手，包含了背号9号的许胜杰以及背号33号的常人吴峰庭。尤其是吴峰庭呢，他在防守端真的可以给足对方压力。在进攻端呢，主要就是许胜杰他个人的切入以及他的命中率真的是还蛮高的。当然，吴峰庭呢在进攻端也是有几次的贡献了，包含罚球线上的命中。桃园市这边呢，当然就是当家的主力，也背号8号的王承翰，会是这场比赛桃园市能不能够争取到4强门票的关键。不过稍早我们也是有在提到，今天无论是对于桃园市来说，还是对于屏东县来讲，想要成功的晋级，都是需要让整个团队的状况火热起来，有更多的选手能够贡献。是。吴峰庭假动作骗开了防守球员，再交给队友。桃园市成功的守下篮。王承翰强打到禁区 ，inside out， 外围 wide open 的机会 ，ban！ 本场比赛第一个3分球出现，桃园市背号10号的张凯威掌握住了机会，这是追平的一击。没有错。基本上外线发挥的话，相对打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好打。对方也想要还以颜色，篮板球被桃园市给掌握住。他们在这一波的进攻，如果能够得分，将会正式的超前。张凯威刚才有外线的命中，这一次选择塞给禁区的队友。其实刚才张凯威也客气了，前一次才命中外线了，刚才对方也没有完全贴上去，也可以大胆来尝试。
看这次的中距离打到前锋，桃园市给到底角的位置，又是一个比较仓促的选择，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双方的节奏都有稍微被打乱了。张凯威再来尝试一次，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屏东县也要小心啊，不能再放太多外围的空档机会给对方来投射。吴峰庭的个子真的很高啊，刚才差点有机会直接在空中来补。吴峰庭 ，inside out， 所剩的时间不多，这次压哨的抛投还是没能够命中。桃园市的反击来了，张凯威还是没有办法躲过吴峰庭的防守，不过球回到他的手上了。最终还是能够把握住第二次的机会。26-24，透过张凯威连续的得分，包含了刚才禁区的攻击啊，还有外围的命中，现在桃园市反而是领先的一方。王承翰选择自己来没问题，桃园市一瞬间从落后到现在4分的领先。整个战局风云变色，屏东县必须要喊出暂停了。是，可能要再加快他回防的速度哈。真的，这球很明显，屏东几乎没有人回防了，对。所以说，真的防守还是关键呢。是，感觉在防守端有稍微的松懈了。那再加上桃园这边打的其实够果断了。没错。整场比赛他们都没有要慢下来的意思，所以其实也让屏东县这边体能消耗蛮快的。当然，对于屏东县来说，他们守不住没关系，重点是能不能够把这个分数持续的往上升呢？有的时候是防守战，有的时候是攻击大战。那现在的麻烦对于屏东县来讲，就是他们的回防速度有点跟不上，然后进攻端也没有像稍早一样持续的得分。外线手感还是要再找一下，对。如果外线能够投开的话，我想对于双方来说都会比较方便了。对，所以我们来看那个许正杰，他几次的三分出手都没有进，那基本上他是有一定的准度的，可能就是手感还没有找到，对。但是前提是在他体力还可以负荷的状况下，所以体力上的调配可能也是屏东要注意的。基本上像他跟9号跟33号基本上都没有下去休息啊，那体力上的调配要怎么样去做调配，然后怎么样？你看目前就是屏东他是改用其他人来带球过半场，就不是可能一开始都由9号许正杰自己带过半场来发动，那相对来讲可以帮他节省一点体力。许正杰外围有空档的机会，还在找准心。许正杰这次的跟上，单手抛投还是没有。快速的杀到篮底下，桃园市又是王承翰的得分，30-24，第二节形成了关键。桃园市在这一届打出了不错的团队状态，现在反而是取得6分领先。不过在这个时刻，屏东县的常人吴峰庭要站上罚球线。今天他的得分主要都是来自于罚球线上的命中。桃园市这边只需要走马换将，马标77号的张其龙派上来。吴峰庭今天站上罚球线的次数蛮多的，他也要想尽办法把罚球的准心给找到了。是。桃园市忙中出错，现在球权要给到屏东县。
胜杰靠在对方的身上，球最终还是弹了出来，不断的去争取到进攻篮板，这是吴风婷的优势。但重点就是获得罚球之后，能不能够有分数的进账？是他蛮积极在争抢进攻篮板的，但是怎么样把它转换成分数，可能就是要自己要再去思考，加强自己的罚球稳定性。对。吴风婷如果能够多进几个罚球的话，或许现在屏东县呢就不会落后到6分。这次2罚中1，至少不是空手而回啊。如果今天罚球没有办法掌握住状态的话，那对于桃园市来说，他们反而有利用的空间。篮底下一看到他拿球就可以赔上犯规了。违例的情况产生，所以球权要给到屏东县。桃园市也要减少非受迫性的失误了。领先的分数其实没有很多。第2节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要结束。白色球衣的屏东县目前落后5分。Inside out， 这次球线被预判到了，徐胜杰再把球拿回来，停在外围的出手，空心进网。徐胜杰在经过了前面几次没能够命中的情况下，这一次慢慢的修正准心，终于开花结果。是没错。那桃园这边也忙中出错哦，发现出现了一个发球的违例哦，那球权又回到了屏东的手上。许胜杰这次换到另外一个位置 ，another free。就像刚刚讲的，那手感回来的话，他是有那个能力可以连续命中的哈。连续2个3分弹，现在屏东县又要回了领先，而且这一波又把球给抄走。桃园市短短的几秒钟了，连续的失误，真的要付出代价了。其实他第一个出手差点被盖到，是躲开之后成功的命中。接下来队友也知道现在要去找手感最火烫的许胜杰。所以第2节的比赛结束，双方各自都有领先的时刻。屏东县最终是透过当家的主力得分选手许胜杰连续的外线命中，反而是要回了领先。
回到第3节的比赛，下半场的战局即将正式的展开。虽然刚才第2节其实一开始感觉单节的走向是朝着桃园市而去，不过短短的1分钟之内连续的失误，让他们的领先分数很快的就已经被花完。又是一次的失误，屏东县许胜杰在弧顶的外围尝试。刚才在第2节的最后不到1分钟，他要连续2个3分球的命中。胡峰庭也是在弧顶的位置，力道短。桃园是中距离的命中，背号24号的简俊杰，桃园是现在非常需要有分数的入账，帮助他们又取得了1分的领先。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的时刻，分数都是紧咬着，没有错，还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拉开。关键的淘汰赛啊！看看谁能够抢下4强的门票。好，这个中距离不错。吴峰庭。现在双方只要有任何 field goal 的命中哦，真的都能够成为领先的一方。所以就是要来考验呢，哪一队能够有稳定的得分输出了。桃园市这一波受到了高强度的压迫，给出来，还是找到了最稳定的王承翰。王承翰当然就是桃园市的主力，从第1节甚至是一开赛就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出来，而且他的打法其实蛮聪明的，他知道如何去省力。是球队的主力，当然那个体能的消耗会很大啊，但是他的打法能够让他在场上从第1节一路打到第4节。那我们可以看到桃园的教练他也会尽量去做一些球员的轮替啦，那帮球员节省一些必要的体力。刚才对于桃园来说比较可惜，其实有2名的选手都能够争取到防守篮板，但是反而发生了失误，这也对于听障篮球来说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平常我们可以喊声去喊谁要来处理，但是在听障篮球这边呢，他们必须要想办法自己去克服这样子的问题。没有错，就是队员之间的默契这样子。在屏东县命中了外线之后，现在他们取得2分领先，而且这一次的出手毫不犹豫。没有浪费掉任何的时间呢，拿了就起。背号12号的邱义正，刚才的3分球来的正是时刻。徐正杰快速的往前场一甩，2次的罚球机会。背号10号的方贵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球就是前面吴峰庭一个漂亮的火锅哦，基本上屏东的内线防守基本上就只能靠他了，对。
所以对于桃园来说，其实也是要想办法维持住这个外线的火力啊。硬杀到禁区的话，只要是被吴峰庭给看管到，其实不好得分。他个子很明显是高出一截的。可惜这2个罚球没有把握哦。往外围来找到今天在稍早就有外线命中的队友，可惜这一次没能够命中。张凯威，好球，反而是屏东县哦，掌握住了时机，转换快攻得分。方贵德来到了下半场，屏东县反而打得比桃园市还更快。收球垫步来到禁区，被裁判抓了走步。这个就是我们规则里面一个同一只脚做垫步哦，单的垫步，所以是被裁判抓了一个走步为例哦。中途的出手力道短，翁婷把篮板球拨打下来之后，找到的是对手。不过也可以看到，其他屏东县的队友也是赶快上去压迫，所以造成了桃园市张凯威的失误。球又回到许胜杰的手上了。下半场的外线还没能够命中，不过这一次的中距离稳稳的把握住，比分已经拉开到了6分差。而且桃园市出现了发球失误，是，这已经是这一场的第2次了哈，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要打快，但是忙中出错哦。场边叫出了暂停，因为场上的局面对于桃园市来说比较不妙啊，6分的差距在这场比赛已经算是蛮大的一个分差了，而且有2次我们所谓比较低级的失误出现了。是没有错。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半场，其实屏东这边的球员出手也相对比较果决，就除了2个得分主力之外，有其他人跳出来得分啊，所以现在就有点拉开哈，是6分的差距。今天桃园市的策略在上半场的部分很明显，就是要用速度来打对方的高度，但来到了下半场，反而屏东县整体在攻击上的速度比桃园市还更快一些。是。桃园市在这场比赛是先命中外线的球队了，他们也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外线的火力给维持住。40比34。桃园市在这场比赛是先持得点的一方，不过随后屏东县透过了许胜杰以及吴峰庭2人携手的连线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那在第2节呢，桃园市因为有命中外线，曾经一度超前，不过却在第2节结束之前自乱阵脚，就让屏东县接管了战局。而且这次的空档机会也是制造的很漂亮了，找到了手感相当火烫的许胜杰。我想对于许胜杰来说，3分2分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最重要的就是得分。许胜杰中距离的尝试没能命中。不过现在的比分其实已经蛮拉开的情况了。拨打下来之后，找到的是许胜杰，整场2打2，过掉了第1道的防线之后，出手比较勉强。
王承翰靠在对方的身上没进，第2波的进攻还是弹框而出。面对到许胜杰，他再把球拨回来，单手的抛投力道短，张凯威在命中外线之后，个人在进攻端是稍微熄火。42比34，看看这次外围的投射，对于许胜杰来讲，还是可以感受得出来，他蛮想要在外线能够持续的命中。队友也把机会制造给他，已经骗开了防守球员了，但空档的机会没能够把握住。屏东县这边也是要特别的留意的，其实分差也仅仅只是个位数而已，能够稳定的得分才最重要。没有错。那我们这一球可以看到，吴峰庭很积极的在拼抢篮板，也制造了这个球权的机会哦。外围不断的找到许胜杰，总会有一次被他给投进了。这是桃园市需要检讨的地方啊。是。全场都能够感受得出来，他想要去寻找外围投射的机会，你还是被他不断的制造出空档，那就真的是需要好好检讨。第3节对于桃园市来说，真的打得比较混乱一些，给球又差点出现失误。哇，刚才场上的选手好像都不知道比赛是继续进行啊，比较混乱。所以最终的2分是净算的，是由桃园市来拿到。场上的比分是36比45。刚才屏东县以为攻防已经结束了，所以并没有去守桃园市的攻击。而且现在场上看起来是桃园这边有选手受伤，也有可能是抽筋。我们得分主力王承翰。许胜杰现在他投射的距离越来越远，啊，这个背后运球太大意了，直接找到了许胜杰。篮底下再多做一次的给球，找到了常人吴峰庭。第3节屏东县的状况非常的好，在进入到决胜节之前呢，他们如果能够维持这个2位数的领先，那将会有很大的本钱能够抢下4强的门票。在这个时刻，场边又是喊出了暂停。第3节对于桃园市来说非常不妙，是得分主力又可能不知道是受伤还是抽筋下场，那可能就是其他球员可能要多去承担得分跟防守的一个责任。桃园市在这一节啊，虽然以数字上来看的话，是在进攻端进入到了一个得分干旱期，但以失分来看的话，他们在防守端确实有很多可以再去做出修正的地方，像是刚才对方屏东县的主力许胜杰2次的外线没能命中之后，还是硬要去寻找外围投射的机会，那你应该就要想尽办法让他没有办法出现这样子的空档，是还是要球员上去防守，不能让他投到顺，真的不能让他投到进为止啊！射手的手感一来是非常恐怖的，而且3分真的也是能够成为比赛这个比分瞬间被拉开的关键。外围的投射机会还是有制造出来，不过没能把握。张凯威往外围来交。中距离出手力道短，球又来到许胜杰的手上。啊，这次的出手选择就不理想了。其实篮底下是有队友的。往外分。快速来到禁区，想要挑战吴峰庭也没这么容易。屏东县连续成功的防守。前场找到了许胜杰，但是抛投的力道短。
这几个进攻，徐胜杰都有点太过勉强哦。毕竟篮球是团队运动，其实还是要打得更无私一些。所以刚才的犯规是出现在枪响之前。仍然是桃园市的球权。不断的转移，在 corner 的位置有个 long two 的空档，抛投力道大，连续几波桃园市都没有办法把球给放进到篮筐里面，所以现在让屏东县又有扩大分差的机会，造成了犯规。这位是邱义正，看看能不能够透过罚球线上的命中来完成个人在本场比赛的首度得分。两罚都没进。所以场上的比分仍然是维持在11分的差距。桃园市看看在这一波能不能够有 field goal 的命中，先缩小回到个位数的分差。给到 low post， 面对双人的包夹，只能再给出来。屏东县这一波的防守做得相当成功，在被对位到的情况下来尝试，力道短了一些。最后不到40秒的时间。第三节即将结束，徐胜杰来找禁区的常人吴峰庭，吴峰庭再把球给要回来，但连续2次的机会他都没能够投进，不过球还在屏东县的手上，往外分，吴峰庭3分球出手还是没有。吴峰庭又来了，这次给到禁区啊，对他来说就没什么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屏东很积极的在争抢进攻篮板哦。第3节的比赛结束，49比36，屏东县在这一节团队的状态相当的火烫，现在取得了13分的领先。第3节单节的得分比是18比6，也变成了现在屏东县能够领先的分数来到2位数的关键。对于桃园市来说，第3节最大的意外就是主力王承翰的伤退，也不确定到底是伤势还是抽筋的影响。是，但是相对来讲就少了一个稳定的得分点。确实下去之后，整个团队在分数上都没有办法有稳定的输出。另外也包含了像是刚才这样子的失误是不断的出现的。好，我们看到必须要回来了。是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所谓场上 finish 的人选嘛。是没有错。有些团队场上5个人都可以 finish， 那就不会有缺少1位选手影响这么大的情况。许胜杰来开底线球，找吴峰庭，吴峰庭从 low post 一路杀进去往外分，龙图的空档没能够命中。关键的淘汰赛了，桃园市来到了下半场之后，整个状况真的是不太理想，刚才又是一次的失误。吴峰庭跌跌撞撞，还是把球给出来。许胜杰靠在对方的身上，还是赖到了犯规。这就是经验了，经验上的差别啦。对，基本上就是比较感觉打球比较油条一点，可以去赖到这个犯规。所剩的时间当然也还够，但其实也不多。对于桃园市来说，必须要好好的把握时间了。这毕竟是淘汰赛了，是。赢球能够抢下4强的门票，输球的话就是什么都没有。桃园市在这场比赛也并不是一路都落后了，没错。其实他们领先的时刻也不止一次了。现在主力王承翰回到场上，他们必须要有所回应。分到底角，张凯威再来一颗球哈，我们来看，从王承翰来发动这个攻击，基本上他就有比较多的变化，他可以去做切入啊，可以去分球，那外线的球员就有空档。对，确实他在场上的情况下就能够帮外围的队友制造出一些空档。那最重要的还是队友能不能够掌握住机会。张凯威今天在这场比赛有命中2个3分球。好，这个小组搭配相当不错哈。防守还是关键了。今天真的对于桃园市来讲，防守端的漏人付出蛮多代价。单手抛投没有，不过又争取到进攻篮板，这是一个 long two 的出手。完全没有人回防的情况下，2打1，即使第一时间没进了，后面还是能够争取到进攻篮板呢。桃园市在这一波的回防当中出现了蛮大的一个问题了。没错。然后张凯威好像也有抽筋的情况。也就是刚刚提到的，球员可能集训时间没有那么长，那体力的负荷也没办法，就是说像这样的做全力冲刺太久了，这样子就很容易有抽筋的状况发生。张凯威对于桃园市来说也很重要，虽然今天来到了下半场，失误的次数有点多，但进攻端非常需要他外围的火力啊。是。39比53，14分的差距。感觉抽筋抽得蛮严重的。这个还是要先下去休息了。王承翰快速切入到禁区，要挑战吴峰庭，这一次他成功了，时间差掌握得不错。是，对。
外线的出手没有碰撞，反而变成了传球。吴峰庭刚才的插上没能够拿下分数。王承翰险些发生失误，好险他够谨慎。今天桃园市的卢哲贤呢，跟对方的许胜杰其实碰撞蛮多的。球被许胜杰拨打出了边线。这个踢板球给的精彩，队友也完成了 finish。方贵德，篮底下这么好的机会，竟然没能够放进。第4节的比赛也只剩下6分钟了，桃园市真的要把握时间。Touch pass 给到了外围的队友，3分命中。这是一个 long two 啊 ，long two， 踩在线上啊，比较可惜一些。不过对于领先的屏东县来说，3分也好，2分也好，至少这个比分是慢慢的拉开。整个下半场，桃园市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感觉下半场的状况又跟上半场不太一样。确实右脚踩在线上，所以是一个2分球。关敬威现在要站上罚球线，屏东县距离4强的门票已经非常的靠近了。是。许正杰轻松的挑篮得分。59比42，这个比分越拉越开了。桃园市快速的来到禁区，但也没能够得分。许正杰把节奏给放慢，因为现在时间是他们的朋友。是没有错。弧顶的3分球没能够碰框。不过现在对于屏东县来说，其实他们也不需要每一波都能够得分的，最重要的是防守能不能够守住，维持住这个分差。快速的甩到前场，但球线已经被预判到了。桃园市这个传球也是直接传给了对手。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些混乱。这个时候，屏东县叫出了暂停哦。那第4节还剩下4分27秒，17分的差距确实是有一点大了。是。
重点是桃园市能不能够及时的回稳，因为他们这个比较不理想的状态是从下半场开始，对，就一路维持到现在。对，重点是黄承汉伤退的那一段期间，就是整个比数被拉开的一个关键。那在他回来之后，好像得分效率好像也不见有所改善，这样子。17分的差距，目前领先的是屏东县。这场比赛已经是来到了淘汰赛的阶段了。谁能够赢球，就能够晋级到4强。中距离的出手稳稳命中。如果现在觉醒的话，或许还来得及哦。是。但当然，屏东县这边会来消耗一些时间。对，重点还是在防守啦。风婷在 low post 马上遇到了包夹 ，inside out 给出来。这个感觉没有准备好，也有一点点像是传球，但是篮底下没有队友，所以应该是个出手没错。黄承汉，现在他不只是需要得分，也要帮队友制造出空档的机会了。因为屏东县整个防守的注意力一定都会在他的身上。黄承汉中距离出手没进，篮板球拨打下来之后也没有犯规的出现。许胜杰的球被拨走，桃园市连续的得分，这次则是换成了简俊杰。本场比赛剩下最后的3分11秒，暂停回来过后，桃园市确实在进攻端是有所回应，连续的得分。不过时间也是所剩不多，现在的分差还有13分。再给到篮底下的队友 ，nice play。现在桃园市如果能够及时觉醒，真的还不晚哦。对，所以桃园市可能真的还是需要王承汉来做一个攻击的发动。防守先守住，然后再来反击。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先回到个位数的分差了。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就可以回到个位数的分差啦。那就是可能看时间站不站在桃园这一边。桃园市也知道如何争取时间啊，这个球一直放在地上不拿，等到压迫上来才会把球拿起来，裁判也才会开始计秒。马上就造成了犯规，而且是能够在时间静止的状态下来追分。现在桃园市他们不只需要分数，也需要时间。就看黄承汉这2个罚球能不能把握住。唱片蛮有趣的，直接拿起电脑打字在上面，这也是一个方式啊。像我们上一场也有看到女子组会用一些看板啊，把战术啊或者进攻防守写上去，让队员帮助了解他们进入状况。第2罚力道明显短了，但是球又差点被拨掉。10分差，哇，走步，这对于屏东县来说非常可惜啊。刚才2分感觉是一定要拿到的，结果却发生失误，也让桃园市其实还有一线生机。啊，这个给球太大力了，许胜杰已经在那边有所准备。
球被桃园市拨出了界外，10分差距，剩下最后的2分钟。最后的4.2秒。徐胜杰来开，剩2秒钟，1秒钟，应该没有注意到时间了，所以这一波的机会浪费掉了。其实发球前就有不断在提醒，只剩下4秒了。是没有错，可能也没有注意到进攻时间，因为这不像一般篮球能用喊的在旁边拼命喊，他们就听得到。确实。王承翰分到外围，还是被对位到了。徐正杰球往前场一甩，这是一个 easy basket， 但是没能放进啊。这球可惜了。那对于桃园市来讲也是比较可惜一些啊。他们其实曾经一度追到，让这场比赛出现悬念的情况下，却没有办法连续的得分，所以还是10分的差距，2位数的分差，仅仅剩下1分半。结果球反而是打到吴峰庭的脚上出界，屏东县的失误。已经有哨音的出现了，所以这是一次犯规。2罚的机会要给到桃园市的主力王承翰。场边同时呢也是出现了暂停，到底这一张4强的门票会由屏东县来拿下，还是由桃园市来拿下？就要看这最后的1分18秒战局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暂停回来过后，桃园市有2罚的机会，如果都命中的话，将会回到8分差；2罚中1的话，也是先回到个位数的分差。目前桃园市是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接下来他们每一波都要打进，是没有错，而且还要守得住。在听障篮球本届赛事的暂停部分的规定，暂停的话是上半场2次，下半场3次。那第4节的最后2分钟呢，只能有2次的暂停。这基本上这个规则就跟一般的篮球是一样的，对，没有错。暂停回来过后，要看到王承翰站上罚球线，第1罚命中，他的罚球将会决定桃园市能否保有一线生机。哇！结果罚球没进，反而变成2分，是又回到7分的差距。7分差距呢，还很有机会哦。这三波的攻击。刚才的桃园市真的是因祸得福，篮底下找到了吴峰庭，这2分打进的话，对于桃园市来说就麻烦了。不太乐观。峰庭关键时刻的得分。啊，结果是走步，想太多了。是想碰撞完之后可以直接出手，但他想要3分，又再拉回来，那就变成走步为例哦。这球给的漂亮。那如果没有给地板球，可能就被抄掉了。第1线的压迫赔上了犯规，看起来是吹判在张凯威的身上。
桃园市目前传判才第4次而已哦，还没进入加罚状态，所以这个球应该是屏东发边线。9分的差距，屏东县仍然领先。吴凤婷刚才关键的得分，让这场比赛是渐渐失去了悬念。桃园市快速把球给甩到前场 ，touchdown， 成功的快攻配合，让简俊杰刚才篮底下拿下了分数。7分差距，最后的26秒。这个球进之后，桃园市马上就犯规哦。场上并不是暂停，而是要罚球，是没有错。所以屏东县把要罚球的选手叫过去，然后其他的去跟教练耳提面命一下，利用罚球的机会来说明一下之后要进行的战术啊，或者防守的一些策略。这对于听障篮球来说非常重要，你就是要掌握住每一个你能够利用的时间。是。吴凤婷的罚球今天中规中矩。场边再次出现了暂停，54比62，目前屏东县是领先8分。刚才看到电脑上面好像写了"外线"2个字，现在桃园是因为落后8分啦，就是要找外线了，要赌一下，这也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最后的25秒，果然是要来找外线的投射，但也是受到了蛮多的干扰。龙兔的出手能够命中，6分差。所以现在就是要犯规来冻结时间了。没有错。这时候桃园市的24号简俊杰午饭哦，要换人了。在这个时刻还是要来考验呢。当家的主力许胜杰，他也蛮聪明的，第2罚故意不进，自己争取到，再浪费一些时间。这个球可能桃园市自己也疏忽了哈，这个球出手之后，外面的球员没有去卡那个罚球者，那他也
很故意的去打在篮筐前缘，让他很快就回弹这样子，可以把握到这个球。蛮聪明的，所以现在又要继续来罚球，而且时间只剩下10秒。也是故意没有要进啊，然后他又争取到了进攻篮板，一切都照着他的剧本在进行啊。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他的队友完全都站在后场，然后屏东县还是抢得到进攻篮板。许胜杰也是拼尽了全力，不想让这场比赛有任何的悬念了，避免夜长梦多。他也是浪费掉了不少的时间。本场比赛在这边结束，65-56，要让我们恭喜屏东县呢，最终是成功在这场淘汰赛胜出，并且是抢下了接下来关键的4强门票。是。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也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再次感谢国际裁判林建宏老师的讲评。是。我是主播林浩伟，在这边跟您说声再会。不过接下来还有宜兰县要碰上台北市的赛事，也请大家准时锁定直播。谢谢大家。
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来到比赛的现场，一样在埔里国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听障篮球的赛程呢。现在场上要进行的是男子组由宜兰县碰上台北市关键的4强门票争夺战。本场比赛一样由我主播林浩伟以及身旁的国际裁判林建宏老师共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工作。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场上穿着黑色战袍的就是台北市赖彦宏，这次的出手空心进网，而且是一个3分弹。台北市又成功守住了一波，在边线差点出现失误，交给吴尚泽，再给赖彦宏，又是外围的投射，篮板球拨打下来还在台北市的手上，换成中距离一样能够有分数的进账。投进的是翁启亮，开赛是一波5比0的攻势了，宜兰县必须要有所回应。这次找到了陈冠廷，5比2。基本上看起来台北市的战力是比较平均一点哦。对，而且画面上看到的是吴尚泽在外围要球的选手，他是一名资深的国手，是。过去他其实也可以去参加一般组的赛事的，所以他等于在一般组跟听障的篮球赛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是，这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可能在听障的部分也是有分这个严重的程度，到底是多还是少？没有错。能够去参加一般组，基本上就是他的听力受损程度没有这么严重了。那在场上当然他也是要去帮助教练去传达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身旁的队友。所以你看到台北市的攻击主要是从他这边来做发动啊。对，吴尚泽其实15岁就入选了听障的男篮国家队了，到现在24岁，但是已经有非常丰富的国手经历。这次把球给抄走，吴尚泽急停的中距离出手，球弹进网内，所以开赛是一波7比2的攻势，台北市来势汹汹。基本上台北市它是在他们那个预赛分组是分组1啦，只是因为抽签的关系，所以要再多打这一场的4强决定战。对，那像其他2个分组1，他抽的签位比较好的话，就可以以逸待劳。对。开赛以10比2的攻势，对于宜兰县来说比较不妙了。不过也可以感受到，在台北市这边整体的战力真的相当雄厚，你身材都蛮不错的。给到外围，再来找赖彦宏。宜兰县要来找寻在第1节的第2个 field goal。
禁区的抛投没有，吴尚泽把速度给推快，尝试的打到禁区，刚好在底线的附近，自己再把球权要回来，给到底角，外围的出手没进，篮板球拨打下来，在宜兰线的手上，2打3，并没有人数的优势。打板的方式，最终球是弹了出来。赖彦宏千万不能放他啊，因为他在前面已经有命中了。13比2，一瞬间变成了2位数的分差。就跟前一场一样，你不能放对手一直投啊，投到顺的话要停不下来。何况今天赖彦宏刚开赛就有投进。Inside out， 外围的空档已经制造出来了，也能够投进。宜兰县也是在外围做出了回应。这样子的空档机会以及选手能够把握住，顺利的拿下分数，真的就是最理想的情况。背号12号的吴尚泽要站上罚球线，这就可惜啊，没有 N1的机会，没有把握住。15岁就入选听障男篮国家队的他，真的在台北市的团队当中可以说是老大哥了。他自己也有说过，自从进入到校队、进入到国家队之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整个时间上的安排啊，变得很紧凑。有时候做完学校的事情，或者是练完高中的校队，还要参加国家队的练习，就比较疲劳一些。但要为国争光，他也是要有所牺牲嘛，而且也不是每位选手都能够有这个机会。那其实吴尚泽也小时候喜欢的是棒球，但是因为家里接触篮球的人比较多，所以也是耳濡目染。15比5，维持在2位数的分差。看看宜兰县这一波能不能够再有分数的进账。篮板球拨打下来，还在宜兰的手上。外围的机会，差了一些。台北市的快攻来了，白彦宏把球点了一下出底线。今天在第一节，他个人已经有2个3分弹。看起来是台北市的犯规，比分稍微有点拉开，那台北市也做一些调度上，让主力下去休息一下，毕竟下午还有一场比赛要打。这次的切入出手选择也是比较勉强啊。背号10号的白如贤，不过现在防守篮板变成了台北市需要面临的课题。宜兰县这段阵脚，运球端出现了失误，冯维杰。赖彦宏又在外围开炮，今天个人在第一节已经投进了3颗的3分球，是完全在这样比赛 on fire 的状态。埔里国中
虽然在室内来进行比赛，但是瞬间下起了3分雨。基本上他也蛮喜欢在外线出手的，虽然防守上是守到内线，那就这几场比赛看起来，他也蛮喜欢在外线出手。你如果放他投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准度了。就像这样，第一节已经投进了3颗了。18比5，13分的差距。而这18分里面有一半都是来自于赖彦宏他个人在外围所投进的3个3分球，拿下了9分。对于蓝线来说，真的要赶快调整一下状态，尤其是在防守对位到赖彦宏这一块，要有所提防。因为刚才其实已经是主力吴尚哲下去休息的情况下，还被对方把比分给拉开，那就不太妙。白如贤再交给冯维杰，不过裁判的哨音响起。哇，这个可能记录台的一个疏忽，那个24秒计时器没有跑啊。哦，时间宕机是不是？经过了短暂的调整之后，比赛即将继续进行。蓝线的给球差点出现失误，也是比较勉强的出手，特别是要再把领先的分数给扩大。现在看到赖彦宏拿球，真的都要提心吊胆。不过这次他没有在外围开炮，而是把机会制造给内线的队友。单半球的争抢，最终是由台北市掌握住。快速的杀到禁区上篮得分，这位是台北市背号8号的选手。应该是庄永志啊。没错，是庄永志。好，第一节剩下最后的30秒，台北市已经取得大幅度的领先，15分的差距。刚才又是让赖彦宏在外围有投射的机会，这次来到禁区，他造成了犯规。投篮的状态还蛮理想的，再加上身材也不错，其实在篮球场上内线外线都蛮好用的。其实他也蛮喜欢去篮下缴获的。22比5。在第一节，台北市就已经拉开了分差到17分。目前宜兰县仅仅只有2个 field goal， 包含了1颗是3分球。背号10号的白如贤第一罚稳稳的把握住，2罚中1，场上的比分变成22比6。
同时呢，台北市剩下最后的2秒钟，可以来执行最后一波的进攻，一样交给赖彦宏，球被点到，裁判认定也没有犯规，所以是成功的防守。同时，第1节的比赛结束，台北市22-5，目前取得了大幅度的领先。回到比赛的现场，在第1节，台北市就把比分给拉开。比分已经来到了16分的差距，不过台北市现在也出现失误，宜兰县的配合跌跌撞撞，最终没能够有分数的进账。赖彦宏第1节个人投进了3个3分球，宜兰县成功的防守。看看这波的攻势，3打2，已经快速的给套篮底下，但最终的出手感觉整个重心都歪掉了。赖彦宏，哦，这是他的热区，必须要小心啊！马上再来一颗，个人第4个3分球出炉。宜兰县也想要在外线还以颜色，但是没能够命中。哦，今天的赖彦宏真的太恐怖了，看起来今天状况不错。我们再来看一次，刚才这个空档的机会其实制造的蛮容易的，而且对方第一时间没有直接举手靠上去，反而是有点沉退，给他一些的空档。当然，对于第1节已经投进3个3分球的赖彦宏来说，他不会有所犹豫啊。看起来是个走步为例，宜兰现在进攻端又是一次的失误。上泽找到底角空档的队友，稍微偏了，杀到禁区被盖了火锅。宜兰县成功的防守，看能不能够由守转攻。现场有人偷跑，但台北市的回防也是很到位。吴尚哲地板球来找队友，成功的连线。庄永志的得分。我们可以看到吴尚哲基本上这一场比赛呢，是主要在串联队友的攻势哈，也不会强求一定要自己得分。这次要利用脚步，但交代的比较不清楚。
分到底角，也是马上就找到了空档的机会。宜兰县的给球，球线也被预判到了。吴尚哲再来串联球队的攻势。急停的出手没有，但篮板球又在吴尚哲这边。最后的4秒钟，防守篮板一直没有办法保护下来，但是台北市在刚才那几波的进攻当中也没能够命中。分到底角，外围的投射力道短。27-6，目前台北市握有21分的领先。单手抛投得分，翁其亮。再给到游击区。原本有机会争取进攻篮板，但最后球还是来到了宜兰县的手上，更正台北市的手上。吴尚哲突然给到禁区，反勾的出手没有。第二节剩下不到5分钟，再给出来。对于宜兰县来说比较可惜啊，几次的空档都没能够命中。所以得分还停留在个位数，特别是在争取到进攻篮板、转身插板球进，又是背号24号的翁其亮，所以现在的比分已经拉开到了31-6，25分的差距，对于宜兰县来说就真的比较麻烦。我们可以看到宜兰的进攻比较偏向外围的投射，可能还要再努力找回外线的手感，要不然可能比分差距就会越拉越大这样。今天外围的手感反而是台北市这边比较好一些，当然最关键的就是赖彦宏啊，个人投进了4个3分球。台北市在今年真的是来势汹汹啊，看起来蛮有要去剑指冠军的味道了。是，这一场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可能重点还在下午那一场对台中的比赛。对，因为毕竟进入4强的话，赢了就可以直接进冠军赛。对，台中是在上一届是全彰运的地主，然后拿下了亚军。那上一届的冠军是新北市。是。因为目前听到的国手有好几个都在新北市这边。好，场边要走马换将，台北市这边换上背号10号的叶俊佑。哇，又是一个走步啊！是，今天宜兰现在脚步的交代上都不是很清楚。再分到外围，又是空档的机会，哇哦，球进了！虽然感觉一开始的弹道好像不会是空心进网的感觉啊，没关系，球有进最重要。是，一样是算3分啊。宜兰县这边也还一颗，
找到了背号10号的白如贤。今天宜兰县无论是攻击啊，还是整个控球的节奏，都是掌握在他这边。这个给球漂亮，找到吴尚哲，球权能不能够留住呢？相当巧妙的传球，找到底角的队友，才刚上场的叶俊佑就能够马上做出贡献。台北市这边真的是完全打开了。啊，这是刚才宜兰县这边白如贤的外线命中。这边呢，则是吴尚哲把机会制造给了刚上场的叶俊佑，他也能够投进。37比11，还是有26分的差距。吴尚哲再分到底角，又是一样的位置。宜兰县推进过了半场，这一波要强打就是比较不理想的选择了，因为禁区实在过于拥挤。第二节剩下最后不到2分钟。吴尚哲边运球边找队友，45度角的外线，也是制造出了空档。宜兰县今天在面对台北市的防守上，外围这边确实是蛮多的漏洞。吴尚哲地板球原本应该能够是一个助攻啊，可惜队友没能够把握。啊，今天的台北市也没有说强打油漆区，反而都是这样外围空档的机会拿了就投，拿了就投，也是瞬间把比分给拉开了。吴尚哲主力要被换下来休息，另外包含了今天化身为普里科瑞的赖彦宏呢，也是在场下休息了，因为比分早早的拉开了，所以台北市也让其他选手有更多磨练的机会。宜兰县这边也是要来寻找外围的攻击，这看起来是他们的武器，但今天反倒是台北市表现得更加理想。最后的7秒钟，叶俊佑比较勉强的出手，没能命中。最后的2秒钟，看看宜兰县要不要出手，甩到前场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上半场的比赛结束37比11，台北市已经取得26分的领先。
回到下半场的比赛，特别是目前看起来距离4强的门票也是非常靠近的。这场比赛他们从第1节就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从赖彦宏的外线命中为比赛揭开序幕。接下来呢，台北市就是一路的领先。不过今天其实整体在外围的命中上，宜兰县这边也是绝对及格的。可是攻势就比较集中在10号身上，白如贤。攻势比较单调，而且也不是每一波都能够投进，反倒是台北市这边全员皆兵。白如贤不断的让球转移，空档制造出来了。白如贤这次力道短了一些。宜兰县的攻击还主要都是集中在背号10号的白如贤身上。其实宜兰蛮会出产这些个子不高，但是攻击手段相当不错的小后卫。没错，不管是在国高中阶段，甚至上了社会队，都是很多小后卫都是宜兰出产的。宜兰这边蛮适合出产这样子的选手。这是在掩护端的进攻犯规。赖彦宏就被换下来休息。台北市真的不简单啊，不断的走马换将，还是可以一直有分数的进账。左侧45度角的3分，宜兰县成功的守下来。白如宪，又在外围来开炮。不过像是这样子的攻击手段就蛮讲究手感的了，没有错。而且他的空档机会也没有像台北市这边制造的这么大。像现在台北市就把几个主力都换下来，让几个替补球员上来练一练投篮的感觉啊，一些防守，那也为下午的比赛先预做准备。对，毕竟是1日2战啊，主力也是要好好的休息，保留体力去打下午的比赛。因为这场比分拉开了嘛，在笃定进4强的情况下，如果下午那一场就相对重要，毕竟赢了就可以打明天的冠军赛，这样子。剩下6分半的时间，还是不断的来找白如贤呢。不过对于选手来说，要进攻要防守，而且几乎每一波都需要他，所以在体力下滑的情况下，自然命中率也会跟着下降，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反倒是台北市这边各式各样的得分手段。宜兰县的边线球，白如贤中距离投射顺利的命中，这位是冯维杰，今天也是有分数的进账，从第1节开始就有。宜兰县快速的甩到前场。
马上又找到了冯维杰，个人连拿4分。这次在前场成为快攻的箭头，利用反手上篮的方式顺利打进。我想虽然比分早早就被台北市给拉开了，但宜兰县团队上还是可以有一些小目标来执行啊。没有错，像是可能单节的得分比要比对方更高，就是还是要让选手有一些动力在场上来奋战啊。连续的2个快攻就表示说他们还没有真的完全放弃这个比赛。对，当然第3节还有接近一半的时间，然后也还有第4节。冯维杰刚才2个快攻的得分，再加上一个中距离，第3个快攻入手，所以个人已经连拿8分了。台北市可能要注意一下最后一些回防的速度，不能再让他偷跑了。这是进攻端掩护的犯规。看看台北市这一波的攻势，篮板球在宜兰县手上，45比22，还是很大的分差，但宜兰县不断的在缩小。白如贤的上篮得分。我们看到台北市的教练也注意到，一直在提醒球员要注意最后一线回防的速度。光这一节被一个进攻之后的转换快攻就被得了4波8分了对，太轻易的让对方得分了。不过在这个时刻，又是外围的火力贡献，这是台北市今天最大的武器。替补上阵的出少伦也能够得分。但这一节要讲到手感最火烫的男人，当然就是背号30号的冯维杰，在第3节杀了出来。前面宜兰县的攻势主要都是集中在白如贤身上，但这一节，冯维杰他个人已经拿下了2位数的得分。台北市这边有人抽筋了这一节完全就是冯维杰个人的 highlight。先是中距离的命中，接下来连续3个反击。台北市在走马换将之后，这一套的阵容面对到宜兰县，果然是有一些差距了，跟先发的阵容比起来。最后的7秒钟，切到禁区，吃到了火锅。冯维杰又是在前场成为了箭头。虽然这一次台北市已经有所回防了，但还是没有办法挡下他的得分。是，毕竟他如果台北市回防的人是比较小的话，那还是有身高上的优势。48比28，变成了20分的差距。给到了 post， 哇，又是一个关键的主攻。虽然第一时间防守没有对位到，但后续还来得及。黄灿荣刚才的出手被删出了底线，剩下最后的2.5秒留给台北市。必须要出手了，但是球直接被抄走。白如贤 easy basket 左手摆进，哇，那现在已经变成18分的差距了。台北市这边其实要小心哦。或许第4节主力可能会先回来，第3节看起来就是要放给这一批的选手来执行，而且他们总是有人能够投进外线。对，看起来台北市的教练还是老神在。朱少伦，这节也是有2个3分弹，白如贤垫步之后，再交给冯维杰，最后的35秒。分到底角，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空档机会了，当然不需要犹豫。
我想对于台北市轮替的阵容来说，来到场上就是不要犹豫了，是做对的事情。那空档制造出来，当然就是要投了，要投啊，只是进与不进的结果而已。白如贤，第3节一开始有命中外线，但后续稍微降温，反倒是冯维杰慢慢找到了比赛的状态。最后的3秒钟留给台北市来完成第3节的最后一波进攻。前3节打完51-30，台北市目前仍然握有21分领先。回到比赛的现场，台北市面对宜兰县的男子组4强争夺战，即将来到最关键的第4节。不过现在双方的差距还是蛮大的，因为台北市从开赛就是一路领先，即使换上了替补的阵容来应战之后，目前还是领先21分。朱绍伦。前1节有2个3分弹的命中，他们也知道时间正在自己这边了，所以也不需要过于仓促的去把球给打掉。炮头出手空心球，邱明昌。台北市忙中出错，这是一次传球的失误。51-32，白如贤，再交给冯维杰，出手的力道短了。冯维杰在第3节个人得分上双。如果宜兰县想要在这场比赛力挽狂澜的话，他跟白如贤会是最关键的2块拼图。外围的出手 in and out。再来尝试一次。台北市今天真的有蛮多在外围投射的机会，而且命中率整体上来说也是算高。哇，这一次的切入漂亮，白如贤收球避开了防守球员，朱绍伦。底角的位置，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自己来投，最好的结果。
宜兰县可能还是要有人跟上去哈，我们真的帮他投。刚才投进的是叶俊佑。54比34，还是在20分的差距。台北市要把一些主力换回来。看起来是走步。游击区的出手力道短，所以球权又回到台北市的手上。吴尚泽交给赖彦宏。吴尚泽个人在本场比赛第一次的外线尝试，原线球往前场一甩，但这早就已经被台北市给预判到了，而且现在场上可是他们的先发阵容。吴尚泽的中距离命中，又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的分数。吴尚泽神出鬼没，又出现在游戏区接应，然后把球给投进。不断的走位也帮助自己争取到空档的投篮机会，而且这次传球被预判到，转换快攻得分，翁启亮。特别是在把主力的选手换回来之后，又是接管的战局，回到26分的差距。白如贤往外围来招。彭维杰转身的出手弹框而出，彭维杰的得分也是有停滞一段时间了，在第3节状态不错。基本上这群先发上来之后，防守的强度又往上了拉了一个层级。赖彦宏突然出现在游戏区，但这一次被盖了下来。赖彦宏现在宜兰县也知道要对位他，不过在时间的运用上，台北市这边并没有注意到。宜兰县几次的传球，这个球线都太好预判了，让台北市轻松的抄截，转换快攻，又是分数的进账。转眼间已经快要来到30分的差距了。对，好不容易达到20分左右。这就是主力上来之后，他的防守强度真的又拉高了，是，就迫使你容易出现失误。海如贤在中给冯维杰，球被抄掉。吴尚泽。这个出手比较大意一些，冯维杰来了，急停的中距离，白彦宏球往前场一甩，叶君佑选择停在外线来开炮，插板球进 ，bank shot， 插板的3分啊，这很少见。海如贤。也是想要还以颜色，但他的3分球看起来准心稍微跑掉了。
台北市不断在寻找外围投射的机会，今天整体的表现就是全员皆兵。剩下最后的6秒钟，1秒钟，压哨的出手，buzzer beater。台北市真的还是老神在在，没有错，他还是找寻最好的机会，然后在时间结束前把它出手。对，拿捏的刚刚好，看起来也是不急不徐，球线又是被预判到了。台北市也不急着进攻，因为仅仅剩下最后的1分半了。这场比赛其实，在第4节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间，就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了。汪启亮持续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这真的无话说，你也要投得进才能够完成。没有错。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台北市基本上4强的门票是已经就在身旁了。是的。从第1节就早早的拉开，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要进攻啊 ，in and out。最后的30秒，当然宜兰县这边也还是要注意过半场的时间。可能是他们在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波进攻了。宜兰县这边当然也希望能够把球给打进，在对方没有开防的情况下，很可惜没有能够有分数的进账。台北市把球运过半场之后，这场比赛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让我们恭喜台北市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以70比34非常大的差距击退了宜兰县，抢下了男子组4强的门票。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也是要在这边告个段落。我是主播林浩伟，跟身旁的国际裁判林建宏老师共同和您说声再会，拜拜，拜拜。
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透过 Hub Sport 以及智霖体育台，还有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官方频道，共同来锁定113年全障运的现场转播。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是听障篮球女子组的部分，由高雄市碰上新北市。本场比赛由我主播林浩伟以及身旁的奖评女篮国手邓碧珍共同来为大家服务。碧珍你好，你好，大家好。现在球权在高雄市的手上。8号是马湘琴，她也是听障女篮在2015年的世界杯国手。今年在听障女篮的部分，无论是男篮还是女篮，都蛮多国家队的成员的。是。那新北市有3位是听障国手，女篮国手。上届参赛这个听障女篮的球队仅仅只有2队。冠军呢，当然就是台北市。对。那亚军呢是高雄。是。所以说新北市等于在今年也是新同学了。是，因为2年后新北市也会要成立要办这个比赛嘛。全障运。其实新北市有蛮多选手。只是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那时候没办法组队啦。那今年他们就觉得应该要出来。其实能够出来参赛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这位就是我们的也是听障国手，世界杯的周子云10号。场上的比分仍然是2比2。现在在运球这个同学5号啊，我习惯讲他们同学啦。他也是我在2009年的听奥的国手。所以场上真的蛮多国家队的。对。但他停了蛮久了，也停了10年，现在又出来了。对。全障运能够参赛的选手，真的年龄的分布也是蛮广的。是，有非常年轻，甚至可能年纪才高中的。对，年纪高中也有45岁的郭嘉密，也有这种台北市那个，他双栖国手很棒，非常厉害。也是有一些选手可能暂时的退役，然后又回来打，也是有可能的。再看哨音先响，这应该是篮底下3秒的违例，所以球权要给到高雄市。新北市的更正，刚才是高雄市的中距离出手没有。这个也是我们的世界杯的国手，林宇锦，9号林宇锦，上篮没进，是很可惜。球权现在被新北市给掌握住。是，这是我们的国手。推进过半场，周志云。周志云，但底线的队友并没有意识到要给球啊，是很可惜。刚才是被到9号的林宇锦发生了失误。
高雄市来尝试外线的出手，但是力道短。刚刚这样投篮这位同学呢，他是6号的林轩竹，他之前也曾经来我们选过，我们的高中的时候也来选过那个国手，但是因为他也是因为学校课业好像不太能配合，就也没有来，非常可惜。对，毕竟他们并不像我们台湾一般篮球的选手们是体育班出身的，是，真的。所以在时间的运用上不容易了。对，真的不容易。所以他们现在愿意再出来打他们县市的比赛，我觉得很佩服他们。对。而且其实听障的选手们来这边也是要比赛，是要承担蛮多风险的，是因为在听不到哨音或者说听不清楚哨音的情况下，其实会有一些可能多余的碰撞。对。像6号、7号这2位也都是第一次出来，非常年轻。进攻的时间已经到点了，目前的比分是4-2。高雄市会有2分领先。3框而出，不过篮底下看看篮板球的争抢在谁的手上，再颁给 Jumbo。看起来是球权要给到新北市。这刘凡珍，他也是台大毕业的哦，很优秀，那时候也是学生。再分出来，这是外线的出手，3框而出。换成中距离，还是没能够投进。你看马湘全又拿到篮板，他昨天你没看，昨天打的实在太棒了。但是后来他们球队只有7个人，4个人毕业，最后就3打5，就最后赢打到输啊。所以台北市还是冠军，对。所以这个犯规的拿捏也是很重要。真的太可惜了，因为这就是规则是死的，是你犯满就是要毕业，但是你刚好团队人数又不够。对啊。马湘琴妈妈昨天就独得了33分，真的不容易。双方的比分仍然是4-2了，双方的得分都有停滞一段时间。现在球权在新北市这边。看起来吹判是一个进攻犯规哦。是。因为基本上周子源在中华听障女篮国手里面，他不是控球，那现在他要来控球的话呢，他可能那个不一样的任务是就会不习惯。但是选手本来就要可以适应1到2个位置，是应该要这样子，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每次来参加集训的人数太少。那撇除掉听障篮球的部分，其实一般篮球也很多选手来到不同阶段要面临到转型了。是一定要这样子，对。所以现在球员正常基本上你都要能够有里有外。像中锋，谁说他只能打篮下？他有3分线的能力啊。刚才新北市好像有点搞乌龙了，他不知道这球其实对方有碰到，所以一直不拿。是。结果发现没有碰到，拿起来可以进攻，同时根本没时间了。对。因为他们听不到，没办法。就算外面叫的再大声，你也没办法，你只能用震动的声音来提醒他们。外围的出手，空心进网。对，这位林宣竹，高雄市的3分弹，被到6号的林宣竹投进，所以场上的比分变成7-2。
所以这两队其实实力是差不多的，对，就是看最后谁的那个失误率少。不过目前看起来是高雄市的状态好一些。对对对，没错。要高交到篮底下，还是找到了队友。新北市原本有拦截的机会，但球没有接好。给的是篮底下3秒的违例。听到选手常常被吹到3秒，真的是很可惜。场上的比分仍然是7比2，目前新北市有5分的落后，同时呢，他们也是本届在听障女篮这部分的新同学。那高雄市呢，则是上届的亚军。对。不过实际上上届也是只有2个女篮的球队来参加全障运女子组的篮球赛事的部分。那他们当时是输给了本季也是来势汹汹，而且完成连霸的台北市。对，台北市是。台北市人真的是比较稍微齐一点。那兵源充足很重要。对。而且看起来是有一套体系在的。是，他有一半的人都是我们国手，哎。好，经过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双方的选手要回到场上来进行。高雄市现在5分领先，他们也有机会在这一波可以把领先的分数给扩大。大换边，推到外线了，要抢投3分。新北市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波的进攻有所回应。现在他们非常需要有任何的 field goal 出现。再分到外围，在高雄市这边呢，背号6号的林轩主今天想要来主打外线。其实这个比赛，我觉得8号马湘琴，高雄的马湘琴进步很多，哎。他可以从外面打到里面，非常的不容易。刘凡珍来掌握新北市现在攻击的节奏，但是完全被对位到，硬是钻了出去，但也不好出手。还是马湘琴去控球，真是不错这个球员。因为刚好我们在明年有那个。东京奥运，哎，今年应该女生会成型了。高雄市这一波在 low post 来开始发动，已经是到了比较好出手的空间了，但是球没进。新北市的反击机会。可惜呀，其实篮底下都是队友，是，结果最终球出了底线，这就是沟通的重要性。但是在听障篮球，这是一个比较尴尬，但也需要去面对到的课题。对，没错，马上用单打，分出来。林轩主今天他无论如何都是要在外线才会来出手。他大部分都是投3分，没错，还会进哦。昨天也进了一个3分。第一节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要结束。新北市的这2分也是停滞好一段时间了。高雄市因为是领先的一方啊，所以当然也不着急。
马相信。再把球拨打出来，但找到的是新北市的选手周子云切入，哎呀，也是被挡了下来。是最后的3秒钟，看起来高雄市这边也是没有要攻了，所以第一节的比赛结束7比2，7比2，目前高雄市领先5分。回到比赛的现场，即将进入到第2节。那刚才也跟身旁的毕哲有聊到，是在明年东京会举办听障奥运，是，所以也是相当不容易。我们的女篮队有机会可以来为国争光。对对对，是。刚才听到毕真有聊到，好像过往都只有男篮有这个机会。对对对，因为女篮凑不齐，因为都为了工作啊什么没办法，那年龄也一直增长嘛。那他们真的女篮其实练的真的也不差，我们是希望这个台湾投入女篮的人数能够越来越多了。是，今年就看得出来，就是很多人都回笼了嘛。对，从2队变5队。是，对。全场轻松的上篮机会，稳稳的放进。背号10号的周志云。对，周周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他也是从高中来接触篮球。第2节刚开始是一波4比0的攻势，新北市马上做出了反击，让这场比赛双方的分差仅剩下1分，场边马上就出现了暂停。对，只要那个新北市的球员能够把握住他的攻击，其实比分是很接近的。看起来就是会呈现一个5-5波的战局，但当然也要看临场发挥了。是，实力可能是5-5波。对，实力是5-5波。那当然，这些选手也是身背重任啦，不只是代表自己的县市，就如同毕正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选手可能要代表国家去出赛。是，对，所以他们那个使命感很重。而且这也代表他们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对。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要规划，他们之后要跟公司或是学校要请假，要怎么样规划？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是所谓职业的选手。对。但是你又要为国出赛。是。所以你的训练量是不能少的。对。尤其是听障层级的赛事，你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对，是。这个8号是在板中也是今年也是第1年出来，很不错。吴雅珍。对。他虽然不会攻击但他都做苦工。球队都会需要这种做苦工的角色选手。是。新北市的机会，林宇景边带球边找篮筐。其实这个林玉婷也是不错，也是第一次
看到他又进步了，正面的打板得分。是。9比6，目前高雄市领先3分。啊，这个传球直接被预判到了。陈玉婷先把节奏慢下来，交给拖车跟进的队友。这一次马湘婷放枪。哎呀，漂亮！不过篮底下还有林轩竹，这一次他没有在外线出手。对，把握住了篮下的攻击。5分差。虽然第2节一开始新北市打出了4比0的攻势，不过现在高雄市呢又把领先的分数拉开到了5分。刚刚这个林云婷是政大的一个学生，很年轻，也是第一次出来，也希望这些学生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啊。所以说这个全仗运队伍的组成其实真的蛮奇妙的，对，有学生有老师，是，这年龄就是基本上难以想象，会有蛮大的一个差距的。对，很棒，你看，哎呀，没进都要鼓励他们，都是经验了。是。场上的比分回到了5分的差距，第1节结束是7比2，现在则是11比6，高雄市都是领先。这次想要反勾的方式来得分呢，但是角度并没有拿捏好。是。拼尽了全力在地板上来拼抢呢，结果是 jumbo。要看看裁判把球权判给谁。听到选手很可爱，就是这样子。虽然他不太会打，但他拼命的那个态度是值得肯定。而且这次有很多选手也是因为以前练习不够，受伤很多。对，这就是出来他比赛的风险，所以也不是对每个人都愿意。即使你爱篮球，你不见得会想去承担这个风险。对，很多人就是怕受伤，也不敢出来。撞开对手之后的出手没有。因为在听觉障碍女子组篮球赛的部分，这些选手可能有些是听得没这么清楚了。是啊，当然听障也是有分这个程度，可能比较影响大的、影响小的。对。那对于这个影响大的选手来说，他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外在的声音，对，完全听不到。对他来说，其实就是眼中就只有那颗球。是，还有灯光这样闪，只有这样子。所以你外界其实这些声音是很难传达到他这边的，对，完全不行。当然对他来说好处是一些杂音他不会影响到，那坏处就是他队友要跟他讲话，教练要跟他讲话，其实也很难传过去。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本次的比赛，裁判的哨音都要响这么大声，而且要响很多次。那另外2个裁判还要挥手，要手势。对。走不为例。马湘琴太累了，昨天打太累，连打2场，所以今天可能体力也耗掉了。而且还要小心不能犯满毕业。是真的。他们替补席只有2个人而已。昨天就是打到3打4啊，3打5，四个犯满。很想要跟裁判说，干脆改打3打3，但是没有办法。对，如果其实真正讲国际赛事3打3的话，很容易成队。因为在听障的部分，其实过往国际赛也有比过3打3。有，我们打得很好，对，协会很棒，就会帮学员找舞台给他们参赛。今年2024年的年初也是有举办世界听障的青年运动会。对，也不错。那时候就是3打3的篮球赛。是，第1届嘛，第1届。对，第1届举办。是。第2节剩下最后不到6分钟要结束，场上仍然是5分的差距。这个马湘琴
他今天应该都没力了。昨天他这样子，他进去一定会做一个大转身，这他吃饭的动作，结果他今天没力了都不做。这跟平常的训练量有关啦。是，没错。平常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训练，然后短时间这么密集的比赛，真的身体会有点难以负荷。真的，但这也是运动员的日常。是。那甚至也很多选手他需要去学习如何跟伤病共存。对，没错，你讲的真好。你看他选手这个脚上、手上有贴扎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本身的伤势会影响到的，所以他需要一些辅助。刚刚宣主又投进了，13-6，所以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目前为止最大的分差。对。这次的配合可惜给到底角，其实对于高雄市的林宣竹来说，这是他非常想要去寻找的攻击手段了，外线的投射，这个球没接好，可能太仓促了一些，就是还没有接稳以前就想要投篮。对。这次的快攻有跑出来哦，对，很漂亮，成功的得分。对，这个21号真的是进步太多了，陈玉婷今天在场上连续的得分，帮助高雄市追到现在已经拉开比分到了9分的差距。是。虽然第2节刚开始新北市一波4-0的攻势，让双方仅仅剩下2分的差距。但是呢，现在风云变色，又完全走向了高雄市，而且快要来到2位数的分差了。是。经过了短暂的暂停之后呢，回到场上，剩下最后的3分54秒，上半场将会结束。虽然我们不断在提到双方的团队战力打起来应该会是个5-5波的比赛，但现在比分变成15-6，对，就代表高雄市在整个细节上做得更好。新北市几个攻击都没有把握住，很可惜。球权要给到高雄市，他们有机会在这一波可以把领先的分数拉开到2位数。对于听障女篮的比赛来说，如果拉开到2位数，其实不好追。不好追，如果是听人的话，一下就追到，听障是很难的。主要是我们今天看到女篮的比赛都是低比分了。对。连台北市稍早来出战也是没有办法跟前面一样拿到40分。新北市终于有人跳出来了。是。看起来是场边再次喊出了暂停。那在听障篮球这部分，暂停的规定以及次数其实都跟一般篮球一样。都一样，全部都一样，对。哇，这次相当有信心哎！其实踩在3分线上是还蛮远的一个距离。是。但于景本来在我们之前国手的，他本来就是前锋，本来就是跑位啊、投篮啊、射手，但是因为他也是2015年打完以后就没有再打，因为也是因为工作跟学校的课业关系，那是
隔了很久回归了。对，很久回归。2015到现在也快10年了。对对对。她是我看起来是最不像运动员的，我觉得她现在是一个美少女。其实我很喜欢她，很秀气的一个运动员。看起来是篮底下3秒的威力。是，所以好可惜，他们听障很容易3秒。我们今天看下来，这个女篮在听障的赛事当中，真的容易会发生一些错误，像是篮底下3秒，然后进攻时间到点还没出手，都不知道，或者是说可能这一队防守的这队已经做足准备要去争取这个防守篮板，结果最后自己人抢成一团。对，然后时间不够。可惜了，新北市反攻的大好机会，结果以失误收场。对。在高雄市没有办法得分的情况下，新北市就要把握住了，因为他们刚才已经守住了几波，但是防守成功是第一要素，第2要素是要能够得分，这个落后的分差才会缩小。宣竹又进了，你看看，他就是会投3分啊，所以还是不能放太大的空档给他。对。所以对于新北市来说很可惜啊。原本看起来是追分的大好时间，结果被对方投进了3分球之后，又是10分差了。对，周周把球抽回来。周志云，篮底下的争抢，球权在高雄这边，是快速的甩到前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快攻机会。进攻篮板还在高雄这里。哎呀，马湘琴。做转移，领先竹又在外围来开炮。这次来到游戏区，轻松的得分。非常好。裁判给 Jumbo。第2节剩下最后的50秒，高雄市从原本首节打完5分的领先，到现在领先到12分了。是。不过现在新北市的选手有机会透过罚球线上的命中来缩小比分的差距。周志云。应该是累了，因为全场都是他在控球。当然，这个体能的消耗对于罚球线上的稳定度是会有影响的。是。再给到马湘琴，转身的勾射，球弹进网内，漂亮漂亮，真好。这是标准的锋线动作。对。好，第2节的最后一波进攻掌握在新北市的手上，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一次的攻击当中呢，把团队的分数推进到2位数。带一步的中距离没进，还有进攻篮板，撞开了马湘琴之后，还是没能够放进。5号是我们的刘凡珍他也是因为停了大概有到15年了。他是2009年的，2015他没有打，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停得更久。
上半场的比赛结束22-8，高雄市在这一节火力全开了，把领先的分数拉开到了2位数的领先。即将来到下半场的比赛，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跟身旁的毕正教练聊到，其实本届蛮多的选手都是以前您带过，然后可能短暂的退出，现在又回到了球场上。是。对于选手来说也是要珍惜啊。当然，因为本身不是职业选手的关系，所以还是基于现实层面的考量，你还是要以工作、以家庭生活为主。但考量到这个运动员的寿命也不长，真的。趁自己还跑得动、还能可以打的时候，赶快的回来。对。而且像是全障运这样子的赛事，也是2年才一次，是，也不是说你想打就可以打。对。这也是必须感谢听障协会，他都会一直给女篮跟男篮一些舞台的讯息，提醒他们。对。要举办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会，其实好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它有场馆可以进行啊，然后也有住宿的问题，另外包含了转播，让选手留下珍贵的影片画面。这次你们真的是太棒了，他们很开心。现在科技发达，真的。只要是运动比赛啊，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有转播啊，因为选手比完赛自己也可以，甚至用这个来检讨了。是，没错。22-10。高雄市这一波的进攻是。掌握在陈玉婷的手上，今天她的表现不错，很棒，真的是很棒。踩到底线了。刚刚上篮这个刘凡珍，他正常以前这个切入上是他以前是我们打我们4号，切入上来是他的一个拿手的招牌，他是没力，要不然这个动作真的是他的绝招啊。没力绝招也没用哎呦！这边突然倒地，马湘琴再交给队友，弹框而出。哎呦！哇，这要小心了，这是一个后面上来的追撞，刹不住车。
看起来没事。嗯，是陈鸿荣被撞倒，就是后方的追撞。幸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所以可以继续来进行比赛。他也是台艺大的学生，台艺大，愿意出来真的不容易。对啊。其实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要好好利用的对，自己的时间了。其实台艺大离我们板桥亚东科技大学很近。我如果现在知道他是在台艺大，我就会一直跟他联络。当然，对于这些大学生来说，这个大学4年生涯也不能只有念书或者是学校的生活。对。自己的兴趣是什么？然后兴趣在哪里？也要把握时间去做。新北市的配合还是没有办法拿下分数，是。不过看起来球权还在这边。哎呀，好球啊！把握住了这次的机会啊，林宇景。对。这边哨音已经先响了。球权是要给到新北市。中距离的出手没有，防守篮板稳稳的保护住。马湘琴甩到前场，但找到的是对手，但球权又回到了他们的手上。所以说，前场的支点了，该跑的位置还是要跑到。是。虽然刚才第一拍很明显是被对方给碰到，可是因为他有跑到该站的位置，所以球又来到他的手上。因为雅珍她也是第一次出来。对，以前都没接触过。教练，您觉得在带这些听障选手的时候，平时训练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哪里？最困难的第一个是，其实基本上要让他相信，要让他相信，还有你必须要陪他们。你如果，而且你跟他讲话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要不然他们猜疑心很重，对，这个很重要，对啊，当他相信你的时候，他会全力投入，对，听不到什么，他就是因为听不到，所以他会猜疑，对。而且在篮球比赛，尤其是听障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沟通，当然，真的，所以你选手对教练一定要是够信任的，是教练下达什么，你二话不说就去做，对。球又回到林宇景的手上，林宇景指挥队友刘凡珍踩在3分线上的出手没有碰框，还是要去寻找更理想的投篮选择了。比分差距10分差，以本届的听障女人来说算是蛮大的分差了，但你剩的时间其实也还够，因为你还有整整的第4节，第3节还有3分钟。但是他们都没有把握到，你看，你要更靠近篮筐一些。对，妈妈就是有这个，他现在可以从1号打到5号嘛，而且又那么稳。像刚才马湘琴那次靠近篮筐的机会，就是比较容易10拿9稳的得分方式。是啊，他又高，
好球，好可惜，你看。至少是比较靠近篮筐。是，所以他们这样子其实都有进步空间了，进步空间其实很大。没有接触过像那8号雅珍，他没有接触过这个训练，他还知道要这样子，动作都出来了，对。因为他在板桥高中在服务嘛，也离我们很近，我也会常常跟他接触。有时候教练也不完全只是看结果啦，对，但是过程当中有没有成长？是，对，没错。态度让我们可以决定这个球员是可以教还是不可以教。因为运动家的精神其实从这时候看出来，像他们，我觉得我看到他们是不会埋怨，都用鼓励的，我觉得这最重要。对。而且今天真的有好多这个选手们都奋不顾身拼抢在地板上的动作，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很感动。真的。这就是一个运动家精神的展现。对。而且女生的人真的是很少，然后他们愿意出来，真的是值得鼓励。我们也希望下一届听障女篮能够有更多的队伍出现，然后每队有更多的人数。是。这个不要再少打多的情况出现。对。何凡真这次的出手力道大。边线附近的争抢，球权还在新北市这边。好可惜。下了林云婷。这球有拨到。裁判说球是有被高雄市拨到的。哎呀，漂亮！哇，强打进去，得分了，吴雅珍。所以他进步空间很大，真棒。有尝试就有机会了。是。刚才感觉并不是那么好的得分方式，但是他还是成功了。哎呀，漂亮！你看看。马湘琴，左手摆进。我昨天他打完，对他昨天打打完来跟我讲，教练，我们好可惜。我说是很可惜，为什么要犯规？他就说，我也不想啊，让他自己觉得他进步很多。选手真的蛮疲劳的。双方的板凳其实都没有非常的充足。是，板凳深度不够。但没关系啊，他们愿意出来，其实就很棒了。我觉得教练也很棒，也愿意让他们都上来尝试，他们才会有意愿。如果你带他们出来比赛，然后不给他们打呢，真的完全没意义。其实，在本届的听障女子组的篮球队的部分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高雄市5支队伍，也仅只有台北市是12人爆满。对，没错，其他都7个人，对不对？马湘琴这一次的转身，走步。对啊，高雄报了9个人，但是他真正来只有7个人，所以昨天才会3拿5啊。场边出现了暂停，第3节的比赛也即将要结束了，剩下不到30秒，26-14。今天高雄市能够领先的关键，当然就是经验相当丰富的马湘琴坐镇啊。那另外包含了他们的当家射手林轩祖，今天在场上真的也是投到进为止。是，对，很不错。那新北市这边呢，他们的进攻就稍微零星一点啦，主要集中在林宇景的中距离。今天周就是有几球都没把握住，然后 BBQ 也是很可惜啊。全部上了，对啊。
场上的比分仍然是12分的差距。第3节剩下20秒。好，马上投3分，你看。外线的出手力道大，进攻篮板没有办法转换成分数，双方抢成了一团，裁判也没有任何的哨音。哎，刚才场上是什么情况呢？高雄市抢到球，忘记要投篮，他的球员告诉他要投篮，他也忘记。26比14，所以第3节的比赛结束，高雄市握有12分的领先。回到第4节的比赛，今天对于高雄市来说，真的是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内容。虽然有再把球拨回来，但是已经出界在先。是林轩竹，当然他今天有2个外线的命中，个人得分也有上双。新美式现在落后的分数来到了12分，主要麻烦的是进攻端比较单调了，是集中在林宇景这边。马强行，这一次收球之后的垫步出手没有。裁判老师把球权一样交给高雄市。是。马湘琴的绝招就是他的左边，他要单打了，结果最终球权反而是要给到新北市。是，高雄市这边意图太明显了。好可惜，没把握住。在观众席的部分，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些穿制服的学生也来现场看球赛。哦，对。当然，在今天，埔里国中跟埔里国小都有举办篮球的赛事，是一个是特奥，一个是听障篮球。是。
讲到埔里国中啊，其实也是为台湾的男篮培育出了不少好手。对，林俊杰也是埔里国中毕业的。那另外包含了在前几天终于季后赛追平的工程师，对，田浩，真的不容易，这个摇篮啊，基层的摇篮真不错。而且似乎是专产后卫啊。是，哇，这个开球可惜，感觉队友没有意识到他想要做什么。对啊。马强行再把球要回来，净算。我感觉他总是老神在在的。是，其实他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打世界杯的时候，他那时候很嫩，第一次接触，就4个月我们去打那个亚太冠军杯的时候，我们就赢日本队，打冠军。日本队的领队跟教练就突然跑过来问我们。你们怎么这在4个月让他变得这么好？哇！结果又是一个 N1。所以刚才他的加罚没进，然后没有人争抢篮板，又回到他的手上。他再上一次又是一个净算加罚。我的天哪！他有机会一口气拿下5分哦。对，昨天就是他一个人这样子。他一个人独得33分，其他队友只有4分、3分，全部都是他得的。他的身高真的在对场上他一下去完了就没人得分了。对。因为他的思路蛮清晰的。刚才第一波的净算加罚能够构成是，他突然来一个回马枪，他是往外线的位置来带，然后背向篮筐，突然急停转回来。所以他很聪明啊，所以这次我们也是极力的跟他游说嘛，就是希望他能够再回归。他一想想也对，他说好，但是怕工作那边没办法配合。那美国说，我说你赶快去跟你的公司说一下。那对于这些选手来说呢，其实离开了场上之后，他们是能够带助听器，正常生活。对。所以当然说对于就业啊，对于什么，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没有，完全没影响。反而是在篮球场上，因为有规定不能带助听器，所以这才是影响最大的地方。对。像湘琴，她是带电子耳，更清楚，听得更清楚。那么有些也是并非天生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像前面男子组的比赛就这个国家队经验蛮丰富的选手吴尚哲，台北市的选手，他是后天发烧引起的中耳炎。对，没错，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他这个后天引起的情况，也会造成他在听觉障碍这块其实没有到那么的严重。对，没错，他轻微的，对。但是当然，他能够参赛就是符合那个条件。对，没错，所以但是他们平常在训练的时候，教练您看他们训练会带助听器吗？他一定要带啊，他们一定要带。等到跟人家比赛的时候，就会把助听器要试着拿下来。对，因为你如果平常练习的时候你没带，你根本听不到我们讲什么，除非你要非常非常大声。所以对于场上的选手来说，训练跟比赛又是另外一回事。是。那像是平常练习赛的时候，分组练习对抗，你会让他们带着吗？还是要拿下来跟真实的比赛一模一样？没有，我们平常练习赛，我们自己打的时候是没问题，跟别人打的时候就会教他们拿下来。
尤其快到比赛的时候，就会叫他们一定要拿下来，让他们适应。就习惯了。对。会不会有的时候这个带着的时候都打得好好的，结果一拿下来完全变另外一个情况了？会啊，当然会。因为平常他们习惯听到我们的声音嘛，当他听不到的时候，他都听不到，他做错什么他也不知道，对呀、第四节剩下最后3分半，这一波的机会不错，对于新北市来说要把握住林玉锦。对，今天的得分呢，也是已经上双了。妈妈又来绝招啊！你看，哎呀，抢框而出，可惜。新北市这一波给到前场，又是林玉锦，但是运球没有运好，看起来体能也是快要来到一个临界点。马湘琴，球被马湘琴给拨掉。哎呦，撞人了！哇，这是进攻犯规哦。其实这个球他如果他的手不要出去，应该是不会犯规，但是他因为刹不住了，他要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就拐子架出去了。新北市把篮板球掌握下来之后，推进过了半场。前场快攻的机会，林玉锦交给队友，成功的连线。周周投进了。周芷云，篮底下没有辜负林玉锦的期望。是。10分差，让这场比赛好像出现一丝丝的悬念，但需要把握时间。对。1分20秒的时间，高雄市未有10分领先。新北市现在需要从防守做起。当然，对于高雄市来说，他们可以来拖一些时间了，但也这一波的话只剩6.8秒。是。哎呀，没把，哎呀，漂亮！马湘琴自己再把球给补进。在这个时刻掉分，对于新北市来说就比较可惜了。因为在最后的1分钟啊，每一分都会显得特别的巨大。对。2次运球。其实有办这个比赛，也是给选手有多一点的那个比赛经验，也真的对他们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磨练。球权还在高雄市的手上，同时他们又多消耗了一些时间。剩下最后50秒。
纯文再把球拨出界。最后的7.7秒。马上行，运球发生失误，当然快攻已经跑不起来了，是真的跑不起来，真的是跑不起来。哎，高阳是要发球的，不知道。哎呦！哇，要小心啊！哦，刚那个有点锁喉啊。其实已经比分完全拉开了。对，就是已经胜负没有这么是明显的时，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对其实要懂得保护自己了。是啊。但西美是那个，他觉得他只是很想认真的防守，他也不知道他会把他弄受伤，对啊。场边再次出现了暂停，剩下最后的19秒。嗯。暂停回来过后，剩下最后的19秒，高雄市有12分的领先。结果反而在最后的不到20秒，双方又拼尽了全力啊！是，蛮多肢体碰撞的，要小心。所以我说他们可爱就在这里嘛，都已经胜负都已经这么明显了。还这么拼，都没有放弃啊。马湘琴，李宣竹，抛向篮筐没有，篮底下还有马湘琴再把这分给补进。34比20，看起来新北市还想要来攻最后一波，但是拿球的话，可能时间就不太够了。原本应该是想要滚过半场的，所以本场比赛在这边结束，34比20，要让我们恭喜高雄市最终以14分的差距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那转播工作也要在这边告个段落。我是主播林浩伟，跟身旁的教练云南国手邓丽珍、凤和和您说声再会，拜拜，拜拜。
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透过 Hop Sport 以及智霖体育台，还有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官方频道，共同来锁定113年全障运的现场转播。现在我们人来到了是埔里国中，将要进行的是听障篮球女子组的赛程了，将由台中市碰上的是桃园市。本场比赛一样由我林浩伟以及身旁的女篮国手邓碧珍教练共同来为大家负责讲解的工作。碧珍你好。你好，大家好。到篮底下，再多做一次的传球，空档已经出现了，篮底下进攻篮板啊，好，仍然是关键。这位是我们的鹏鹏，他是双击国手，跆拳道哦，跆拳道，他在土耳其奥运跟那个保加利亚奥运都有拿到银牌。哇，一个用脚，一个用手，这其实差蛮多的。对，真的。前面我们有听到那个田径的跑步跟篮球可能没有差那么多。对，没错。跆拳道跟篮球这真的天差地远。台中市在今天也是蛮辛苦的，一日两战。对。最后一颗要拆炸弹，但是没能碰光。台中市身为上一届的地主，在听障女篮的部分是没有办法出赛，所以我们刚才才提到，其实能够凑出一支队伍来参赛就很不容易了。郭瑜杰今天早上的比赛啊，他曾经一度伤退，不过后来又回到场上。但当然，对于台中市来说，他不在的那段期间是马上遇到了乱流。对，今天台中市面对台北市，其实开赛打得相当不错，对，但是显得有些后继无力。是。谢一文，这个13号。也真的是很不错，他的绰号叫狗狗，很不错的一个球员，但是也是因为工作跟没办法配合。进攻时间已经到点了，桃园市又是一波成功的防守。射手哦，最终把球丢在对方的身上出界，剩11秒。对。简云珍，目前的比数仍然是2比0。第一节已经过了3分多钟，目前只有桃园市有得分。台中市也是要注意一下过半场的时间。对。地板球找到了郭瑜杰，郭瑜杰这个球要自己来硬打掉。篮板球被桃园市牢牢的保护下来。是。漂亮，哎呀。高挑篮没有。又抢到。分到外围。桃园市这一波保持耐心，要找到最好的出手选择。稍早前一波，桃园市在防守篮板的巩固上，其实就是蛮好的一个教学。然后一堆人在篮底下，可是他只有一个人伸手抢，其他人是围住那个区域。是。
不给人家进来。对，蛮巧妙的一个保护篮板的方式。嗯。场上的比分是2-0，仅仅只有一个 field goal， 先由桃园市这边所拿下。这边大会应该是觉得上面有水滴下来，是，但是上面的观众是说没有。好，比赛即将继续的进行。篮板球拨打下来。球权要给到桃园市，今天桃园市的防守很成功哦。对。不过桃园市也要想尽办法，赶快获得第2个 field goal， 或者是站上罚球线来得分也行。对。因为2分的领先是绝对不足够的。急停的中距离力道短，篮板球又在桃园市的手上。好，果然篮板球还是关键。对，鹏鹏也是一个射手，他真的也是一个射手，真不容易他也是文化大学毕业的啊。台中市仍然在寻找第1个 field goal 的出现呢，球权拨打下来还在台中市这边。背号7号的黄婉琪在这个时刻上场，背号12号的谢启伟被换下去休息。对，手部。开赛到现在是4-0，桃园市仍然领先。今天的篮板真的都是在桃园市这边哦，这也是台中市需要留意的地方。其实以身材上来看，台中市并没有处于劣势啊。对，这就是对球的渴望了。是。比较勉强的出手，篮板球还在台中这边。他们还是要想尽办法靠近篮筐一些再来攻击，结果这次是走步。是。台中市刚才成功守住了桃园市，但哇，不可思议的3分啊！原本想要说这个出手比较仓促，但是被他给投进，就是好球。那他也曾经上台北来要练球，那因为也是因为工作跟学业的关系，那现在又出来，我们也觉得很棒。他现在在一个国小在教务处。好球！其实这些同时哦，是担任老师，然后也是听障篮球的选手们，我相信他们自己本身在学校都是一个很好的教材了。对对对。
5比4，桃园市后来居上，但现在仍然有1分落后。那应该是要说台中市哦，在这场比赛他们真的是后来居上，是从一开始的4比0到现在已经反超了。是。一切都是从那个3分球开始，所以说桃园市他原本领先的分数也真的不够。嗯。中距离的投射，桃园市把篮板球保护下来。因为桃园主攻就是在彭鹏身上，就是在5号身上。他昨天也是比赛，然后被撞受伤，所以他一下去的时候分数就落后。后来他也是带伤上阵，他也是膝盖韧带断了。哇！对。他还可以这样拼上去，我觉得那精神实在是太可佩了。对，对于选手来说，真的，为什么我们稍早会提到说要跟伤病共存？因为像有的时候你的伤可能没有完全痊愈的情况下，是大赛就来了。对，那你到底要怎么取舍？你要休息到完全好，然后再等几年吗？还是你带着伤，然后试试看能够打？就是很难，就看选手的那个很难抉择了。对，真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运动员他可能就早早的退役，因为他已经累积太多的伤势，是，甚至退役后这些伤势可能也都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会，但是你要他当时不打，那好像也会让自己留下一点遗憾。对，真的。球还是在彭思婷的手上。台中市现在也开始知道要怎么应对了。嗯，他们可以知道把彭思婷守好就对了。最后一波的进攻掌握在谁的手上呢？桃园市有机会掌握住，但是发生失误。对。最后的4秒钟，抛向篮筐，打板球进。所以在第1节的比赛结束，台中市最终反而是打出了一连串的攻势，7比0的攻势。是。现在反倒取得3分领先。嗯。回到第2节的比赛，虽然刚开赛的时候桃园是先取得点的一方，而且防守状态也不错，但一日两战的台中市反而是在第1节的尾声找到了比赛的状态啊，一切都是由那个3分弹开始，对，反而串联出7比0的攻势。所以对于选手来说，重点就是这个好的事情要继续做，好的状态要维持了。是。就很多刚开赛可能打得比较好的球队，最终反而不能笑到最后。嗯。
桃园市这球选择也正确啊，让球出界，对，避免勉强去碰，免得节外生枝。洪思婷，简云珍，最后一刻造成了犯规，对，而且是要上罚球线。第一罚有。第二罚其实原本看起来也会进的，对啊，弹出来了，可惜。有了，吉平的出手空心进网，追平分。手感非常好。洪思婷，果然还是要靠他。对，真的要靠他，所以他们台中市很聪明，会叫一个球员特别盯他，但盯他那个人体力一定要好。郭玉洁，谢逸文这次的出手力道短，但球还没出界，队友再要回来，不是，球进是不算的，犯规在先。算的，他算的，裁判只是说算的。然后比分加上去了，所以是9-7。而且还有加罚。林诗璇，球又回到他的手上，同样的位置，变成罚球线的跳投，没能命中。好球！洪思婷强打禁区，犯规，也是要站上罚球线。洪思婷有把握住第一罚的机会。他是我们天上女篮的射手。2罚都进。对。但台中市真的这些都不是国手，但他们能够打这样，真的是也是很棒。哦，你看看，真棒！单手的抛投，而且距离还蛮远的。对。刘慧维，真不错。好几次都是过门而不入啊。第二节感觉这个篮筐都有加盖。手感很好啊。我说他是我们天上女篮射手啊，不容易，脚行，手也行。洪思婷3罚全进。看看第4罚。真的稳，真的准。所以桃园市透过罚球把比分给追平了。
哎呀，台中市这一波以失误收场。周慧维跟林诗璇刚才连线没有连上，默契没那么好，但他自己的传球其实是对的。来看看桃园市的进攻能不能够在这一波超前，当然还是要交给彭思婷。对，获得队友的掩护之后，中距离出手。这个篮板球保护下来之后，出了一些瑕疵啊，因为台中这边篮板球抢下来之后停在原地。对，应该赶快走了。好可惜，好可惜。自己就可以运走了。胡志廷要走底线，但这边太挤了，再交给队友。篮板球拨打下来，桃园掌握住。胡志廷漂亮的假动作，切到禁区得分，这就是经验了。对。那台中的这些人，我觉得他虽然是没经验，他们也不差哎，你看看。哦，我们又拿到球。洪思婷这次要交给队友来处理。获得掩护之后，并没有拿捏好上篮的角度，结果球又被抄走。哇，台中是面临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球抢下来之后都忘记要停在原地了。对，好可惜，好可惜。你不见得抢下来之后就要直接丢给队友啊，你可以自己运走。我再来看一次刚才这个切入啊，先是第一拍骗起了防守球员之后，后面再用脚步找到了上篮的空间。简云珍，球弹进。桃园是在第2节又要回了领先，而且来到3分。又是彭欣，洪思婷快速来到禁区，漂亮，也是假动作骗起了对方之后再来出手，就是一个就是选手嘛，就做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假动作。比分方面瞬间来到16比11，5分差了。哦，球又来到彭思婷的手上，同样的位置。这次被挡住，再分出来。哇，这个出手被盖到了。16比11，这一次的碰撞要小心了。对，是桃园市的选手倒地。我们再来看一次，这是彭思婷，利用他的经验呢，不疾不徐，是，真是漂亮。场边出现了暂停，因为在第2节。对于台中市来说是比较不理想的一节了。这一节他们目前
快结束，面临到5分的落后。当然，桃园市这边最关键的还是6号5号的彭思婷。对。那对于台中市来说也很辛苦啦，今天一日2战。对。所以这个赛事排的也是，你说它不公平吗？也大家都一样。对，像昨天也是桃园2场，那今年是桃园1场。对。对啊。大家都会遇到，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是，对。其实也不止篮球啦，好多项目都有可能会遇到一日2战。对，没错。但对于选手来说，其实某一方面是好事，某一方面也是坏事。当然，你对于身体的疲劳来说是坏事。可是，如果对于可能有些选手他自己本身有需要去上班的，他一定也是希望这些比赛越快打完越好。是，没错。因为你时间一拉长了，我要请的假更久。是，没错。中距离出手没有，今天篮板球的保护对于桃园来说真的相当成功。打板球进，这次是台中市6号17号的谢艺文。第2节剩下不到1分钟要结束，比分方面呢，其实还蛮接近的，16比13。现在对于台中市来说，重点是如何守住彭思婷。这次限制的蛮成功的，让他只能把球丢在对方的身上出界。剩下6.8秒。彭思婷这次选择要投篮，所以台中就是主打这个郭玉洁嘛。对，你看很棒，他也是很棒的一个选手。郭玉洁往外分，弧顶的外线，力道稍微大了一些。对，最后的1秒钟应该也来不及出手了，所以上半场的比赛结束，16比13。桃园市当然就是透过他们的主力得分手彭思婷的贡献呢，现在取得3分领先。对。回到第3节的比赛，在上半场的部分呢是16比13，双方都各自有领先的时刻。
但是这个比分并没有被拉开，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到底鹿死谁手，谁能够拿下胜利，真的还是要看决战下半场。是。画面上看到的是台中市背号17号的谢逸文，稍早也有一个中距离的打板球。双方依然在战，哇，相当的有信心哎。对，他在这次比赛，他每一场比赛得分都很不错哦。简云珍，对，手起刀落。那反倒在台中这边哦，感觉他们的主力郭玉洁在早上的比赛伤退之后回来，状态没有之前好。是。回过头来，彭思婷又掌握住了反击的机会上篮，比分方面已经来到21-13。对。这一旦被拉开到2位数的话，对于台中市来说就难追了。好球啊！漂亮，真的。彭思婷今天一人撑起了球队。是。中距离出手力道短，桃园市现在已经拉开到了2位数的领先，而且彭思婷还要持续的在把这个领先的分数给拉开。哇，外线的出手 ，bingo， 射手来了。简云珍表现相当不错。第3节就是由他的中距离开始带动攻势。因为台中市的成功率太低了，很可惜。好球，郭玉洁，哎呀！外围的尝试，台中市现在需要有分数的进账了，连郭玉洁都熄火的话，团队就不太妙了。是。外围再来尝试简云珍，他在第3节的手感相当不错，而且现在又有机会把球拖回来。大家看看江波之后的球权在谁手上？我要给到桃园市哦，是，所以又有14秒。哎呦！还有不小心，又锁喉。我其实感觉刚才简云珍收球的时间有点太早了，对，所以他有点就是让队友处在那个会发生车祸的情况。是。
因为一个人挡在那边，然后其他无球的一攻一守的都要跑过去。对啊，然后这个挡人不错，对，制造出了空档 ，bingo！ 洪思婷啊，挡也挡不住，15分的差距了。是。转身的出手还是弹出来，好可惜，对啊。桃园市快速甩到前场，但这一球投得太高了。这种是外线的出手过于仓促，对，在体能的消耗下，要去尝试外线，其实难度也会变高。就是这个力道上就有差了。对，好可惜，第3节的局面完全倒向了桃园市了，进攻端多点开花，其中包含了彭思婷也维持他个人在上半场精彩的表现，是，所以也现在来到了15分的差距。一个 pick and roll， 很简单的挡人之后，是其实也不是说非常大的空档。对，但他就是射手，他在我们信心来了。对对对。经过了暂停回来过后，要看看台中市能不能够追回一些分数啊！毕竟这是第3节，对于第4节来说，如果你在还没进入第4节之前就面临到2位数的落后，那其实不好追。是。陈英珍差点会被他给投进。很有信心哎。洪思婷得分超节，样样来。哦呦，这边要小心啊！应该是没有听到。台中9号这个球员他是重度，他非常重度，他是真的完全听不到。好球！可惜。漂亮，哎呀！28比13，仍然是15分的差距。台中市这一波有机会得分吗？但是威力在先呐。对。洪思婷刚才在外围的开炮力道稍微短了一些。好球！进攻篮板有抢到，所以变成了分数。等这一分等好久了。刚才得分的是台中市背号10号的林诗璇。
也是一个简单的掩护，但是没有太好的效果。对，简云珍要再给到彭思婷出现好，失误了。快攻！台中市的快攻，但是对方的人马也都已经回来了，只能投篮。往前场一甩，已经有人偷跑。哇！又是简云珍的命中。对。场边再次出现了手感非常好，对，手感非常好。场上的选手还不知道，场边已经喊了暂停。没有，记录台没有。对。所以刚才是有选手误以为是有暂停的情况，但实际上是没有。对，因为没有死球嘛，对。台中市的进攻，哎呦！台中市杀出了重围，靠着是彭思婷的运球，再交出助攻，找到简云珍。今天这2位选手之间的连线，让台中市非常的头痛。是。球又是被他给偷走，但是时间已经到点了，所以前3节的比赛结束，32比15。桃园市拉开领先的分数到了17分。对。回到比赛的现场，第4节关键的决胜节，桃园市已经握有17分的领先了。哎呀，好可惜，看看。短了，对啊。体能上有影响了。球权回到台中市这边。哎呦！其实场上可以时常看到一些蛮特别的投篮姿势，对。但说真的，这个标准有没有这么重要？其实2分最可爱，没错。那个球能够进才是最重要的。是。不过像是彭思婷的投篮就真的蛮标准，非常标准，所以他命中率就高嘛。因为女篮这边其实比较多，有些会用推的。对，因为力量不够。成功的防守之后，转换快攻，又是彭思婷的得分。那这边应该是因为撞到脸的部分，所以暂时没有办法起身。很勇敢，对，10号很勇敢。
林思璇，加油啊！结果台中市在第4节啊，还是出现了失误。追分的同时，最不乐见这样子非受迫性的失误，好可惜。台中市把篮板球保护下来。虽然现在落后的比分差距比较大了，因为已经来到了21分。对。但对于选手们来说，对于教练们来说，他们都还是会有一些目标给选手去执行了。对。避免说可能到大幅的落后就已经失去这个比赛的动力了。是，但他们还是很拼命。对。当然，这个拼劲十足是必要的。那另外就是可能在一些数据的比较上，这仍然是可以让选手有目标去执行，比如说单节的得分比，是，或者说可能在这一节的篮板总数，是，就是说你要去修正前面的问题了。田云坚刚才想要再交给彭思婷，但早就被识破了。台中市还是出手选择的问题了。对，因为他们其实有完整的进攻时间，但都只用了几秒就要投掉了。对，很可惜。对啊。队友也没有说到完全的上来支援，然后球就已经投出去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也是成军太短，成军的时间、训练的时间太短。然后控球的人，你看现在是彭世坚很容易掌控节奏嘛。那个台中市掌控节奏的人就比较没有像彭世坚这么稳健。才在3分线上的出手，场上是继续进行的。又忘记，对啊。换到左侧边的45度角，这个外线没能投进，而且看起来裁判是已经先响哨了。哎呦！要小心啊，因为这个撞击的声音蛮大的。对，头，30号的头距撞到潘诗荣。对，潘诗荣的头。这是头部撞到地板了。对。很痛，看得很像。好像还好，应该是当下会比较痛一些，晕，但是要小心，就是可能后续产生的脑震荡之类的那个疑虑，所以对，有可能。现在比分也拉开了，就是可能没有必要再回来打。没错，剩下最后的4分半，桃园市还是要持续的强攻。
台中市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得分要先破20啊。冯思婷、简云珍，今天球队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呢，这2位就是最重要的拼图。是。太稳了。对，一个手感好，篮子准；另外一个就是完全是感觉有点像是职业的选手在打球，啊、就整个经验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哎，他又上来了，30号又上来了。毕竟是2年1度的赛事，对，就如果状况 OK 的话，经过允许还是可以回来。是，毕竟也是最后1节。中距离出手命中，又是冯思婷。是。最后的3分钟，哦，这边台中市也还1颗，编号12号的谢启维，真不容易，很棒，敢投就我觉得就进步了，洪思婷把节奏慢下来，还有9秒钟。洪思婷再跑出来接球，杀到禁区。这次的反击机会对于台中市来说必须要把握，趁对方退防还来不及的情况。郭玉洁拿球，把握。郭玉洁再抢到球，两罚。好可惜。郭玉洁在今天这场的发挥并不是太好。是没错，他们球队的得分之要哎，他今天真的是没有发挥他的一半，可能都没有3成。球最终弹进网内，所以反而要到了2分。这也是团队的一个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啦，不能太依靠一位选手，因为当他失灵的话，那整个团队都完蛋了。对对对。台中市非常有可能在这一波的进攻可以让他们的团队得分突破20。好球！再争取到进攻篮板，转身之后突然杀出了简云珍。打到第4节还这么有力啊！对呀、但有可能真的是他们体力耗尽，场面在这个时刻再次出现了暂停。
好，在经过暂停回来过后，这场比赛剩下1分17秒要结束。洪思婷又来到了禁区，台中市反而是在比赛的尾声防守做得不错，看看进攻端能不能够达成目标。这次的出手空间已经出现了，在争取到进攻篮板，结果一团乱的情况下，球拨打出来之后，在桃园市的选手身上。这真的是一团乱。再交回到外围。哎呀，好可惜，真的是。不过台中市也还有机会了，是他们应该还有一波。看看桃园市这一波还会不会继续攻呢？应该是会啊。洪思婷转到外围。哦，那可能不攻了，对。最后还是选择出手。哦，还有一次攻击，对。最后的13秒钟，对于台中市来说，他们是可以来攻的，但这个出手选择，进攻篮板还有，那还有机会，4秒钟。哦，太棒了！至少在团队的得分上是突破20了。比分方面现在是38比21，同时场边要换人了，桃园市要把更多的选手换上来。是。虽然仅剩的时间不多，但有来到场上那个感受跟比赛是不一样的。对，他们觉得他们有参与感嘛。他根本不攻。本场比赛在这边告一个段落，38比21，要让我们恭喜桃园市最终以17分的差距击退了台中市。台中市今天也是非常的辛苦了，1日2战的情况下，真的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他们的体能都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对。所以今天台中市真的是在下半场真可惜，尤其是第3节，3节2比16，少拿对方14分，反而形成了这场比赛的分水岭。好，再次恭喜桃园市拿下了胜利。本场比赛的转播工作也是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是主播林浩伟，再次感谢女篮国手邓丽珍教练的奖评，谢谢，下次再会，拜拜。